大业朝仅开5年，小周朝公主邱星辰率使臣出使大业朝。皇叔，皇叔，小周朝的公主率使臣来朝见了。就是那个飞扬跋扈、刁蛮任性，小周朝满朝文武看到她都闻风丧胆的公主。而且关键是她有泪痣，还是粉白色的头发，就是您养的这只粉鹦鹉这样。而且我听说她有一个书院，有美男3000，这女人非常不好惹。皇叔，你也不管管这只粉鸟，它又欺负黑鸟了。不管。世间竟还真有人精准地踩中了您所有不喜欢的点，您要不要去看看？小子，哎，皇叔，您去哪儿？本王入宫一趟，同陛下商量些事儿。小周朝公主裘星辰带国君来朝见。望两国建立友好邦交，互通贸易。这件事不是不可以考虑，只是决定权在朕的皇叔手里。皇叔今日正好进宫，戴公公带公主去见皇叔吧。是。公主殿下，我们到了。那便是我们的皇叔，硕王殿下。真是天人之姿啊！大业国传闻臣不欺我，果然是100年难得一遇。他朝着我们走过来了，我心跳快停了。不是吧？这都能遇上？公主呢？她便是那个掌了大业5年朝政，最后还还政于大业国君的小皇叔晏玄。对啊，不然呢？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我们大概要出师未捷了。我之前好像对他始乱终弃了。那有什么？您服个软不就行了？服软是不可能的，本公主字典里没有这2个字。哪怕山穷水尽，哪怕地崩山摧，我都不会求他。公主，您身后……我先避一避，你先顶上。好像逃跑不了了。小周朝的公主裘星辰。皇叔叔。皇叔叔，本王还担不起公主的这声称呼。当的，你是大业朝的小皇叔，我叫你一声皇叔也是应当。公主这般不见外，本王自当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公主。明日申时，寿王府中恭候公主。于是，后果自负。吓死我了！这好像没什么事儿，挺友善的。对呀，您都认了叔叔呢。公主，您和皇叔是啥情况啊？他是你始乱终弃的哪一个？还有哪个？就那么一个。就从前剑眉起义，将他带回我们书院，后来不欢而散的那个。就这？对。这题我会。原来皇叔是被您骗身又骗心，他以为自己是您心上人，结果是工具人的那个。没脸见人了。糟了，他当年虎落平阳被您欺，现在您到了他的地盘，您绝对逃不了包袱。那我岂不是凉了？公主，要不然我们现在跑路吧？公主，跑路吧！不行，大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能与之为之邦交，那可是功在千秋的事儿。我怎么能因一己之见一走了之？分明是之前答应了姐姐妹妹要搞好东西回去，
怕被打脸，辜负姐妹。那鸿门宴付，当然要付。殿下，要不然您打扮的再好看点儿。没有什么是睡一觉不能解决的，万一天雷勾动地火，前战一笔勾销，而且皇叔还长得这么好看，不亏。本公主是那种出卖色相的人吗？自然不是，打扮是不可能的。我就这么去，不就是个皇叔吗？1年前我搞得定他，1年后我难道还搞不定他吗？殿下，公主来了，只是不知为何徘徊不前。你们将这2只鹦鹉先关起来，若被公主撞见，提头来见。是。公主，您是不是怂啦？怂个屁！本公主怎么会怂？我不仅不会怂，还要让她跪下来喊我一声祖宗。公主，皇叔在你背后。皇叔，我说错了，是我该叫您祖宗。公主啊，我怎么觉得这氛围有点怪怪的？不会是想杀人灭口吧？我们还能活着走出去吗？莫慌，一切有我。那你抓着我的衣服干什么？还不是怕你们临阵脱逃。皇叔，你朝陛下说，2国建立友好邦交，互通贸易的决定权在您手中，不知您是什么打算？大业国力强盛，小周朝示威，我朝为何要与你们建立贸易往来？大业朝盛产丝绸、瓷器、珠宝首饰，小周朝则是茶叶、皮货、药材，2国正好互补。若能开通贸易，便是利国利民的好主意。还有您这个标领，在大业朝定是千金难求，但在小周朝不是稀罕货。您要的话，我找人送来，保证您1年4季不重样。公主千里迢迢来此，就是为了说这些？不然呢？我身为小周朝的使臣兼公主，肩负着2国邦交的使命。公主，快说点软话吧。皇叔心系百姓，应当也是乐见其成吧。 2国友好邦交也不是不可以，就看公主有多少诚意了。诚意呀，这个好办，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为您赴汤蹈火，做牛做马，叫您祖宗都行。这可是你说的。祖宗，话说太满了，有种不好的预感。本王不必你赴汤蹈火，更不需要你叫本王祖宗，只需要你留下来做牛做马即可。我只是客套，你居然当真啊？所以公主说了要做牛做马，便要反悔；说要赴汤蹈火，也是骗本王。不是，皇叔您位高权重，我怎敢骗您？为什么觉得他这句话带着很浓的怨念啊？位高权重你不敢，位卑言轻你便能肆无忌惮了。做牛做马就做牛做马，我求星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是皇叔，我觉得生而为人，就应当向前看，不走回头路，不计前尘事。皇叔这般有胸襟之人，更应如是。您说是吧？你说呢？使馆距离王府路遥，公主这阵子便在寿王府听候差遣吧。真要这样？你要做什么？殿下还请自重。你们希望哪个殿下自重？好像我们的殿下更需要自重。今日迟了，后日，我立马吩咐人将行李搬来。大业朝不比小周朝粗放随性，既然是要做牛做马，就不要穿这般招摇的衣服，带这般吵人的铃铛了。哎呀，哎呀！再次见面，前任就成老古董了，救命！我们还没有父母之命，
也无媒妁之言。要那做甚？还是说你会跑？我不会。那不就得了？我们小周朝可用这个作为定情信物，锁住喜欢的人，就算礼成。一环只有一把钥匙能开，秦哥哥，锁住我，从此我就是你的人了。秦哥哥，你是不喜欢我吗？怎么对我这般无动于衷？你说的。礼成了，我必3枚6聘迎娶你，这辈子永不分开。哼，小骗子！公主，您当年可真厉害，这都敢招惹。真的要搬到寿王府？不然呢？公主放心，我们一定会誓死保护您的生命安全。其他的就自求多福吧。我总觉得我好像忘记了啥，是啥呢？这大叶朝真是待客有道啊，还怕我无聊，准备了话本。临泉县一妇女趁其夫外出，与隔壁老王暗通款曲，结果隔壁老王对其骗财骗色后，兴起杀害。王连连人生赢家，养了7、8个小情人，然后被小情人联合套了麻袋，一命呜呼。这都是啥？大叶朝的话本怎么没有一个结局女主是善终的？等等，不会吧，不会吧！王叔这样位高权重的人，难道还会那般小肚鸡肠，试图用话本杀姬景红？那个，我有个问题啊。如果有个姑娘有目的的接近一个人，事后却不想负责，会怎么样？那要看对方是谁，什么样的性格，还有身份如何了。如果是你们皇叔，那样性格和身份的人呢？不想负责，不就是始乱终弃？始乱终弃者，尽诛龙，千刀万剐都不为过。杀！要不我们还是收拾行李，直接跑？想跑哪儿去？本王这里是龙潭虎穴。不是。还是公主心生悔意，又要食言而肥。我既然答应了要给您做牛做马，您没有松口之前，我自然久住力争，不敢弄动半分。啊！昔日这不是看了大叶朝的画本，本本皆是腥风血雨。人说艺术源于生活，我这不是有些担心丽晶的治安吗？本公主在此，会不会有性命之忧啊？本王还以为公主是因为以前做过亏心事，方才如此畏惧本王，原来是担心这个。公主觉得呢？我觉得寿王府戒备森严，在您的庇护下，我不当有性命之忧的。公主是贵客，自然不会有性命之忧。不过，我大叶朝男儿大多睚眦必报，不比我雅量。公主可千万不要轻易再招惹是非。若是在外头惹了什么情债，就算你人在寿王府，本王也兜不住。这个自然不会。招惹了您这么一尊大神已经够了，怎么还敢招惹别人呢？公主既打算在离京久住，便要对大叶的规章典义、风土人情有更深入的了解。画本里那些人大多是犯了忌讳，才有那般下场。本王还是建议公主通读一遍书架里的那些书，不做出格式，便不会出这些差错。我懂的，我立刻去看，一定背个滚瓜烂熟，绝对不会犯错误。给您添麻烦。那本王等着。说好的规章典仪，为什么竟是女德女鉴？这大叶朝有病吧？这女子被一个登徒子摸了下小手，就算丢了清白，日后只能从一而终。女朝未免也太过保守了吧？这女子如此，男子不会也是如此吧？
我好像对皇叔该干和不该干的都干了。你们皇叔怎么这么闲？没事做的吗？他真的等在这儿盯着我背诵全文？怎么说呢？你来之前，我们皇叔是没有这么闲。那个，你们大叶朝的女子被人摸了抱了，便需要人负责，不许终身。是这样。这男子不会被人摸了手，也要人负责一辈子吧？我们男子倒是没有那么多规矩。不过，我们皇叔是重礼的人，非常重礼的人。所以他那样的人，如果被人亲了、抱了、摸了，我想就以身相许吧。那我岂不是……其实正经的说，我和皇叔从前也算是和平分手的吧？你真的觉得是吗？难搞啊！殿下加油！公主对这些规章点不敢，这书字字珠玑，当裱在床头，每天诵读数遍都不为过。确实，那表吧。现在我怎么总是给自己挖坑啊？裱在床头，岂不是如同刀悬在头顶？皇叔，原来您在这儿啊！你知道公主在哪儿？粉色头发，她是小周朝公主，怎么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看起来好像娇娇软软乖乖的，一点也不飞扬跋扈，更不会让人闻风丧胆吗？虽然没说话，代表我听不见了吧？公主殿下，您当真有美男3000吗？不过，公主，您怎么在朔王府？皇叔，您不会这就老树开花，金屋藏娇，要当那1/3000了吧？胡说什么？我只是有个书院，也没有媚男3000。那怎么个赏玩法？能说出来听听吗？救命啊！领悟不开，怎么一直就提哪壶啊？呸！什么赏玩？都是谣传。我们从事的是正当营生，兄一群姐姐妹妹，和一群哥哥弟弟聚在一起，互相监督，正经学习，共同进步。学习？对，君子6艺，礼乐射御书什么的。只因入我书院的夫子与学子，皆是容貌不俗之人，是以坊间有些不当言论，太是偏颇。皇叔您当初要是什么？没事。要是入我书院，估计做成头牌了。哦，原来如此，世人真是胡乱杜撰。老公说，你看，以你们书院的标准，我这样的人嘛，能有幸进入吗？自然是有。那个，不过呢，这需要书院所有合伙人投票，全数通过才行。哇，那我以后能常来找你玩吗？叶星庸，昨日你母妃还托人与本王说你不务正业，让本王好好盯着你的功课，你该收收你的玩心。哦，你之前不是看中我马厩里的那匹踏雪吗？你还想要的话，现在就去领回家。想，哎，公主这屋里怎么会有这些书？公主，我跟你说呀，皇叔可讨厌这些书了。以前还说是无用之人对女子的束缚，都是糟粕。是谁把这些书送上来给公主看的？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儿！您可千万不要看！好，我不看。不想要马了？好的，我立刻去。皇叔，您真是刀子嘴豆腐心。踏雪，我来了！真是可爱的、年轻有活力的男孩子呀！竟然让皇叔吃瘪！想将他也揽入你的书院？
公主，本王再提醒一句，我朝与小周朝不同，公主切记，有些话不能乱说，有些话不能乱应。有些人雁过留痕，有些人却总会把一些话当真。新阳今年方才15岁，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什么形象啊？我倒也不至于如此禽兽吧？皇叔说的对。你，皇叔您等等，那我还要将这些书给裱起来吗？您还要考校吗？不必，公主自便吧。这些书只是觉得，既然被有些人奉为经典，那必然有它的教化之用，最适合公主用来了解事情。对，我知道，我明白。皇叔是为我好，不是故意找我麻烦。求星辰，你刚刚说的入院标准可是真？需要合伙人全票投。如何投票？拿着对方的画像，千里加急给你的合伙人们品个长短。宿命题又来了，也不是，也有破格录取的。基本上我拍板其实就行。我刚不是搪塞之词吗？像您的画像他们就没看过。不，压根就没有画像。皇叔，我们那儿当真是正经书院。堂堂一国公主亲自下场，网罗天下美男，供贵女赏玩的书院正经。你从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正经。个人行为不能上升到书院。我保证，那些不正经的话、不正经的事，我仅对您一个人说过、做过。本王也不稀罕。您当初可不是一点也不稀罕的表现啊！我们小周朝可用这个作为定情信物，锁住喜欢的人，就算旅程一环只有一把钥匙能开。我想起来我忘了什么了，我倒宁愿想不起来。确实也不值得多稀罕。皇叔，听我解释。好，狡辩吧。既然说什么都狡辩了，还说什么说呀？反正公主你有大把时间，以后慢慢解释也不迟。公主，您还好吧？不太好。本公主觉得报应二字是存在的。从前说多了骚话，是真的会闪断腰的呀！那眼下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出击，不能被温水煮青蛙。我以为他想对我负责，后面发现，是他想让我对他负责。公主，要不您就找补一下，重点体现在他走后，您伤痛欲绝。对他思念成疾。是他只道听途说，便舍你而去，都是他的错。公主上吧，就用这招，皇叔一定会心软的。你们说的对，既然来了大叶朝，就不能空手而归。我们还没有父母之命，也无媒妁之言。要那做甚？还是说你会跑？我不会。那不就得了？我们小周朝可用这个作为定情信物，锁住喜欢的人，就算旅程一环只有一把钥匙能开。秦哥哥，锁住我，从此我就是你的人了。你们先抓紧将脚环给复刻出来，以备万一。过2日，若他不来找我，我便去找他。没错，对，就是这样。所以您还记得款式吗？应该就是这样。确定是长这样？不管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先匡为上。真马的得罪狠了再打退堂鼓。等本公主的捷报吧！公主加油！
为了两国友好邦交，这几日我废寝忘食，整理了这份计划书，您看看。这就是你废寝忘食的成果。果然只能用这招了。您说从前的事等我解释，我这几日思来想去，终于鼓起勇气要和您说个清楚。当年在鹿城，我见到您的第一面，的确心存了为书院网络夫子的主意，但是日久生情，相处下我逐渐发现，我不想让你只当夫子，还想让你当我夫君。当年和您做的事儿，讲的话，我只对您做过、说过，却句句还都是出于真心。从前事，如今亦然。那时候的我，觉得此生有您就足矣。只是没想到，彩云易散，流离易碎。您不辨真相，舍我而去，本公主伤心欲绝。你还会伤痛欲绝？怎么不会呢？那时候我茶不思饭不想，不过短短几日便瘦成了皮包骨。父王怀疑我病了，甚至还为我延请名医。我这才发现，我没病，只是对你思念成疾。几次花丛懒回宫，半缘修道半缘去。为了您，我当务之急，此生非君不嫁。哦，非君不嫁，也就是若本王如今向周王提亲，公主会二话不说立刻答应。那是自然，就是可能会有点仓促。你当真因我思念成疾，因我伤痛欲绝，爱本王爱得深沉，是本王不识你的真心，一走了之。是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公主的意思是本王始乱终弃。不敢。是当年我年少不懂事，我这两国国情差异，让您误以为是我不愿意负责。往事已矣，皇叔若是心存愧疚，也不必搭上婚事来补偿。本公主想要的是全心全意爱我的你。皇叔若是想补偿我，只要好好考虑一下两国贸易之事就够了。公主这是……不会这就能糊弄过去了吧？恶人先告状。皇叔您先弃我而去也就罢了，就怀疑我对您的感情。公主刚刚不是说件件句句皆出于真心吗？这就是你的真心。啥？公主果然忘了。看，我好像是说过，要练一手和他字形一模一样的字。教我写字吗？你当真想学？全哥哥笔锋遒劲，如铁画银钩，乃当世一流的好字。更何况情人间有着一手形似的字，是很亲密的事儿。我也想写一手和你一样的好字，这样别人看到我的字，便知道我是你的人。教我好不好？我怎么可能会忘？因为时间仓促，所以这份计划书是由我口述，旁人代笔。你觉得本王能信几分？你现在信几分都没关系，本公主会以事实说话。我这就去找纸笔，写算给你看。公主，我们按照您的吩咐，偷偷寻了些带皇叔笔记的书来了。还好跑得快，要不然被按在原地写字就露馅了。这么多？是呢是呢，我也没想到皇叔是个那么喜欢写阅读笔记的人。所以，您又落了什么画饼在皇叔手头？那时候我想找他练字，本身就是个幌子，
没想到他当真教了我好一阵子，还要我不能坐没坐相，还要检查作业。后来啊，玄哥哥，来检查下人家练的字有没有长进。为了学你的字，人家手上都起茧子了。我学会了你的字，哪怕以后分道扬镳，我身上还会带着你留下来的痕迹，像烙印一般，这辈子都难以磨灭。不许胡说，不会分道扬镳的。那你来取字帖。你当真只是想让我检查字帖？自然不止。玄哥哥，人家这么喜欢你，你再从我一次好不好？还是你现在把人家吃到手了，就厌了倦了？我没有，我只是介意我们尚未成婚罢了。好。后来我把他哄上手了之后，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了。他那时候忘了，怎么多年后又记起了这一茬呀？公主，你真的能行吗？我当初也是囫囵吞枣的学过的，现在找找手感，再重点学几个字，大概可以蒙混过关。我来大叶朝怎么总是逃不出背书抄书的命呢？殿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那些带有您批注的书籍都挑出，放在了显眼的地方。忘了，我帮你一句一句的议情，欠的承诺一一履行。你看我这一手的字，是不是与你有几分神似？我住小周朝，君住大叶朝，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欲济采涧坚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皇叔，脚环的事我真的可以解释。您看，这才是您亲自锁上，只有一把钥匙能开的脚环，在左腿。上次只是恰好被遮住了而已。您觉得碍眼的脚环，它在左腿呢。公主觉得本王好糊弄。皇叔您何出此言？难道您将那把锁给扔了？枉我还对您情深意重。情深意重，这个语气，这个反问，你要……那给本王解释下，这是谁？我啥时候把之前写的这张纸混进去了？公主果然是诚意两面。旁人说谎不打草稿，你这说谎还打了满满一页草稿，真看重本。当年的公主怕是也打了不少草稿吧？那倒没，全靠临场发挥。也是，当年在公主眼里的本王，并没有重要到需要打草稿。皇叔，你有话好好说，不要妄自菲薄。本王再问一遍，左脚？是。公主竟然还记得这脚环是本王亲自锁上的，难道以为本王会记不清左右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说是可能。您当真是左右不分呢？颜色也错了。哎，这匠人的手艺可真是不好，这才没几年呢就褪色了。这个呢？够了，当年之事，真相如何，你我都心知肚明。公主若只想给本王展示这样的诚意，
还是趁早打道回府，免得年华虚掷，耽误邂逅儿郎。别，我这不是怕您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所以想对你疏解一二吗？这般小事，本王怎会耿耿于怀？公主未免太看得起自己。若非公主来朝，本王几乎要忘记有你这么个人。也是，皇叔您叱咤风云，纵横两国，我这样的人您定然见多了。更何况我们论起辈分，其实也算是爷孙辈。真要谈情说爱，说谁辜负谁什么的，辈分上也不太合适。爷孙辈。是啊，您是皇帝的叔叔，我是皇帝的女儿。话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带着你那些虚情假意的事滚吧。那从此我们就桥归桥，路归路，只谈公事，不谈私事。本王作为爷爷辈，自然是要纵容后辈。若是计较，怎么对得起公主给本王戴的这些高帽？好嘞，这我就放心了。告辞。皇叔真是个有容人之量的人，看着凶，其实怎么撩须都没事。这几日，公主在做什么？公主这几日跟着她的几个属官出了府，在离京玩得不亦乐乎。公主做事很是妥善，每日出去玩都会买一些小玩意儿分给府中诸人呢。诸人？上到王府管事，下到门口守卫，人手皆有。唉，往事翻篇的感觉真好。这几日才真的是神仙日子，有新鲜潮流的衣服首饰，还有小美人捏肩解乏。公主，之前的事打听错了，皇叔他根本不是个宽宏大量之人啊，他其实睚眦必报，而且他最恨欺瞒糊弄他的人。那些得罪过他的政敌，如今坟头草都长得7尺高了。公主，你没事吧？都怎么处置的？详细说来听听。有的是上茅厕溺毙，有的去垂钓，结果连人带竿一起被鱼给拽入水中的，有的人跑到邻国去了，但是报复虽迟但到，那个人没多久也一命呜呼了。不过还好，您和皇室之间还可以挽救。公主，所以情况怎么样？你把皇叔搞定了吧？我们那个恶人先告状计划书落到了皇叔的手里。啊！交换定制图也落在了皇叔的手里。啊！但是他还愿意和我握手言和，说往事翻篇。所以我现在大概已经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我真傻，真的就信了他，还又在玩了好多天。你们说我当年为什么不听双冷的话，非要去招惹皇叔呢？那当然是因为色字头上一把刀。那真是命运的转折点啊！你觉得他怎么样？真是风华绝代，皎若游龙，英姿飒爽，势不春阳。妥了。公主，你说这话不是要将他召为驸马吧？那多暴殄天物！我要将他收入我的书院，成为我书院的一块活招牌。猎武弓马娴熟，出剑快又准，一看就是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人。只要他能将我给救下，
我就可以借着报恩之名跟在他身边。门外有异，殿下小心！公主，里头有动静了，赶紧，演起来！我收到。公子救命！这些人要劫财！姑娘得罪了官府。啊？那个……我还打吗？不打了，散了。公主，我反对这个人加入书院，心思不正，竟然见死不救。我觉得他只是看穿了我们的计策，点破了我们的诡计。哪里出错了呢？聪明，一眼识破，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观这人的行事作风，周身气度，恐怕出身不凡，估计是个难啃的骨头。要不，公主换个人搞？你觉得我们小周朝的男子有弯弓能十步穿杨的力气？没有。还是你觉得那些世家子弟有这样的英雄气概？那你觉得他是那种明明答应了去书院，结果到了晚上能来远的吹一宿笛子，吵得人睡不好觉，每次看人的时候都含羞带怨，看起来一脸怨妇样的男子？公主，这不是你只负责拐人回去，不负责售后的锅吗？总之，不会是那种摸一下小手便会哭唧唧的男子吧？那肯定不是。其实公主，如果他是被碰一下小手便哭唧唧的男子，好像也不错。不管怎么样，救他了。本公主亲自出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此次不成，下次总能成。管他是狼是虎，本公主要了。这还真的是如狼似虎啊！还好当年以柔克制，没有选择强攻啊。算了，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吧。往事肯定不能再提了，全是把柄。让我想想如何来亡羊补牢。有了。殿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府内散播您凶狠的事迹。公主她果然辗转反侧，起夜难眠。公主她被吓跑了吗？没有，公主她……来，都给我仔细点，小磕到碰到了。她给您贺寿来了。那是鸟吗？粉色的鹦鹉。皇叔，今日是您的2202个月零22日生辰，值此良辰美景，为贺您生辰，我特地为您补上了22件礼物。您看这龟多大多安逸，我一看到这龟就想到了您呐。希望您也像这只老祖宗一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祥瑞长寿，日日安逸。这真的不是开嘲讽模式吗？这是松树盆栽摆件，寓意松鹤延年。这是一柄玉如意，祝您吉祥如意。这个金质波浪果是给您1岁的生辰礼物。公主不是说你我之间只谈公事，不谈私事？这不一样，这是晚辈对长辈的孝敬。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说不定皇叔就此能对我网开一面。所以，公主不仅给本王送了一只百年龟，还给本王送了有吃嫩草。这是金牛送福，镇妖灭邪，富贵吉祥。您看这牛多壮啊，一看就是年轻牛。殿下，还有这个。那这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是3足金蝉，招财哈！怎么会上这2个东西啊？那家店说买20送2件。
这金牛和蛤蟆都是天头。殿下，我听到了，他们说那个礼物买20送2。干掉他，收到。皇叔，您若在两朝贸易之事上点头，本公主保证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送礼送到100岁。若本王不点头，公主往后便不送了？话当然不是这么讲，若您点头，本公主往后每年亲自送；若不点头，那或许只能遥送了。难为公主在玩乐之际还惦记着本22，又2个月零22日生辰，这些礼物本王勉为其难收下了。听说公主最近在离都混得如鱼得水，还成了明香楼莫蕊姑娘的座上宾。皇叔不会看我过得太纸醉金迷，觉得碍眼了吧？有了。其实我去明香楼，自然不是像外人那样闻香品茗赏美人，而是想着皇叔每日为案牍劳累，定然会有腰酸背痛、头晕脑胀之扰，故而去明香楼找人取经，学习如何捏肩按摩。所以学习结果如何？虽然略有小成，但是还不敢在皇叔面前卖弄。本王不介意，那就劳烦公主了。那么问题来了，要怎么按摩呢？错过了。这就来。完了，这糟糕的熟悉感，还没靠近他，我这颗色心就荡漾不止了。秦星辰，那个不好意思啊，手滑。是习惯成自然了吧？亦或是那个莫蕊姑娘就是这么教你？真花如子。当然不是，这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当真只是手滑。这腰线，隔着衣料摸都这般健硕精壮，不知道脱了衣服后和几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皇叔，我有个建议。1躺平，再辅以精油疏导，效果更佳。要不要试试？公主殿下，我大叶朝……我知道了，我闭嘴。不过，其实我们如果再续前缘，发展正当男女关系，还是可以酿酿酱酱的吧。这时候就不敬老，考虑爷孙关系了。我姓裘，你姓燕，我们都没有血缘关系，当然不是爷孙。所以，做梦！若站在你面前，需要你讨好的人是旁人，你也愿意和人这样那样？自然不会，我乃一国公主，没有人能强迫我。那如果换一个长得风流倜傥的玉树临风之人呢？这个就……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手呢？公主，你要管住的不是手，是心。倒也不用这么诚实。这是莫蕊姑娘给您送来的春风酿，听说是他们明香楼的招牌好酒。苦酒入喉，心作痛。自从那日我对皇叔伸出了邪恶的手后，我们殿下说了，您3日内暂时还是不要出府了。这些书你还要通读一遍。我们皇叔果然是铜铁一般的意志，连公主在他那里都得吃瘪。嘿嘿，皇叔甚至开始对我视而不见。
皇叔，我知道错了，食色性也。你要是不喜欢，我保证不会再对你生起半片色心。皇叔，皇叔，要不我也让你掐一把？麻烦让让。你要去哪？去一个没有人动手动脚的地方。色令智昏，功亏一篑啊！哎，公主，你看，竟然有粉色还穿着衣服的鹦鹉哎！它和你简直一模一样哎，好可爱哦！完了完了完了！这鸟儿跑到公主面前去了，我不会脑袋不保吧？好像是和我有点像。那个公主，还请容许我们将鸟儿带回去。这是皇叔的鸟。是皇叔养的鸟。这是皇叔的鸟啊！你说，皇叔养着一只和我一模一样的鸟，又派专人看管，不会是对我余情未了，然后寄情于鹦鹉吧？如果是这样，你们殿下的爱鸟，本公主亲自送回去。大可不必。从前我总是觉得皇叔阴晴不定，总会莫名其妙生气。现在我悟了，我这段时间和他论爷孙辈分，不仅不记得曾经的那些承诺，还急着将往事翻篇，甚至甩锅给他，可不是一直在火上浇油吗？我真傻，真的，怎么会认为皇叔是真的想拼就与我的关系呢？他分明是口嫌体直，很想与我有什么嘛！我又被欺负了。皇叔，我来给您还鸟来了。属下告退。哎呦，这也是您的鸟啊！真是鸟随主人，一样威风凛凛，精神抖擞。皇叔果然是对我余情未了啊，连鹦鹉都是我们的 CP。爱鸟，我才是你的爱鸟，还任凭这只粉鸟肆意欺负黑鸟，实锤加9999。你大可不必在鸟字身上落重音。怎么能不落重音呢？如果不是他们，我又怎能知道皇叔您对我余情未了啊？余情未了，真是笑话。公主您但凡多吃一粒花生米，也不至于醉成这样，说这种胡话。不是吗？您若非对我余情未了，怎会养了一只和我一模一样的粉鸟，又养了一只和你一模一样的黑鸟，成双成对呢？自是巧，这鸟毛色殊异，旁人引以为意，又不忍让它和伙伴分开，便一起献了来。您见到秋子第一眼就想把秋抓去炖汤，那这鸟在您头上作威作福，也不管？既然养，即便它性情恶劣，本王倒也不至于和一只鸟计。所以，皇叔养了这只鸟，当真只是因为别人正好送了一黑一粉，也是旁人自作主张精心照管，还对粉鸟特殊优待，只给它穿了漂亮的小裙子。皇叔也没有对我余情未了，也没有给这些鸟儿取名什么小贤、小球之类的，只是我自作多情。是。小球，小贤，嘴硬。看。皇叔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当真不喜欢我了？”不喜欢。我不信。公主是觉得本王这样的人会对只想愚弄、欺瞒、将本王骗的人念念不忘。正常人是不会，
所以之前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嘛。公主是觉得本王能蠢笨到不长记性，在一个视承诺如废纸的人身上栽2次，还是公主觉得身边从不缺想要投怀送抱之人的本王会对小周朝的那段不堪的露水情缘在意？我也知道，您只要招招手，便有无数世家贵女蜂拥而来，渴望与您结成连理。但是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从前的我，喜欢的是一个对我忠贞不二、爱我如骨。他虽不渴望成婚，但却愿意和我过一辈子，计划着未来。而非一个开着书院、坐拥有美男3000、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金枝玉叶。这样的人，恕我高攀不起。那我也可以变成一个忠贞不二、爱你如骨、是你孽缘错扁的人吗？小骗子，永远不会喜欢小骗子。这是要在粉鹦鹉的面前骂我多少遍才能让他记住啊？公主扪心自问，对一个满口皆是谎言、所作所为没有真诚、全是套路的人，纵然从前有10分喜欢，现在还能剩几1分？怕是多看一眼，便更觉得面目可憎是死。爷爷辈的人当以身作则，如何能对孙女辈的有非分之想？公主，不要侮辱了本王。小鸟儿，你说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只要皇叔对我还有1分喜欢，我就能乘胜追击，是吧？王女儿，小骗子！王女儿，小骗子！你怎么把皇叔哄好呢？公主还没有回来？是啊，公主呢？公主别是伤心过度，化身成鸟了吧？堂堂公主，竟学会了翻窗。玄哥哥，玄哥哥，你当真不喜欢我？当真。可是你若是不喜欢我，为什么偷偷来我房间？胡说八道，这分明是本王的房间。本王刚刚沐浴完，你便翻窗进来。没想到你堂堂皇叔也学会颠倒黑白，分明是想诱惑我，将我留下来。不过我成全了。被人一亲就脸红推不开的毛病还是改不了。放肆！这些年有没有被别人亲过？与你无关。看来是没有，好巧啊，我也没有。公主，你再这样，本王要喊人了。你叫啊，叫了，别人就知道你闯了我的房间，就知道你是我的玄哥哥了。我就知道，玄哥哥，你舍不得叫。知道我来大叶朝，便将商讨2朝贸易之事揽了下来，还抓着我的把柄，胁迫我搬入朔王府。如今还半夜闯入了我的房间。玄哥哥，你是喜欢我的吧？公主，你醉了。醉了就能改变你喜欢我的现实吗？玄哥哥，玄哥哥，你看看人家，抱抱人家，亲亲人家，不要对人家这么冷淡嘛。不许这么叫本王。我就叫你这么样，玄哥哥，玄哥哥，玄，你捏的人家好疼。邱星辰，公主，我们已经分开了，我与你的情分也早已耗尽，你更不能随便对一个男人这样。
不要随便，我只对你这样。真的不能旧情复燃了吗？不能，已成死灰的感情，添什么柴火都不能复燃了。那是遇到的干柴不对。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干柴遇到烈火。邱星辰，你给本皇下去啊！腹中的鸟儿成双对，我们今晚人儿也成双对，好不好？不好，反正你都不是清白身了，再让我一次又如何？被狗咬了几次，就要主动送上去再被咬。可算消停了。你不仅说我面不可憎，还骂我是狗。别哭了。你不爱我了，以前是用舔的，现在是用擦的了。以前可喜欢听我叫你玄哥哥，现在还不许我这么叫。还不承认？你分明对我是有感觉的。别嘴硬了，你还喊我全名，你刚刚还抓疼我了，你是坏人，而且你都没有为我萧德人憔悴，肌肉都壮实了，我还总是为你这个没良心的人的不告而别而伤心。不能和醉汉计较，他醒来必定什么都忘了。你生气了，哄不好的那种。你在这儿不要乱走，我让人弄碗醒酒汤过来。不准走！松开！不怂，我还没和你计较完呢。你凶我，之前还骂我是小骗子。你不是吗？鸟骂他。鸟还不是你教的。行，我不走，我去披一件衣服总成了吧？殿下，何事在外喧哗？公主那边的侍从们闹哄哄的，说公主变成了鸟，眼下正火急火燎的，我们需要帮忙找人吗？景生，就不。殿下，不需要，退下吧。是。别乱动！殿下，又怎么了？殿下，是公主那边来人说，是虚惊一场。今天的皇叔好像有点不耐烦。粉鹦鹉说，公主她会情郎去了，想必是鹦鹉学舌，复述了公主的话。会情郎？是，也不知道会到了没。知道了，退下吧。是。他走了，可以讲话了吧？公主的情郎很多，找你的情郎去吧。我的情郎只有你啊，叔叔。乖，让我摸摸脸。叔叔，好不好嘛？不好。啊，那你陪我通宵。不，公主无理取闹了这么久，也够了。该去哪去哪。说了不许对我凶，我刚就是在想，你要是再凶我，我就……你就什么？我就在你身上留下印记。邱星辰，我只是想，你身上有个印记，往后不管去了哪儿，换了什么样的身份，我都能追随印记找到你，我就不会再弄丢你了。下不为例。我陪你。你要是敢不陪我，我就告诉所有人你是渣男。傅金汉，你对我始乱终弃，然后找很多情郎，把你忘掉。找很多情郎呢。休想！
所以公主真的去会情郎了吗？我们也洗洗睡，不继续找啦？万一我们找过去，把公主的好事给搅了怎么办？对了，公主好像喝了很多酒吧？她的酒量怎么样？公主！我好像听见隔壁房间有动静。我也，加一。所以公主她早就回来啦，只是我们没找到她。公主，你醒了？公主，你不是留言说会情郎去了吗？怎么昨晚在床底窝了一宿啊？我在床底，一整晚都在床底。我们找到您的时候，是的。你们也确定皇叔没有进过我房间吧？这个是100%确定的。啊，那就好，那就好。我就说，应该不至于喝醉了酒，就狗胆包天，跑到皇叔那儿，对皇叔做奇怪的事情。原来只是梦啊！您梦到您对皇叔采花啦？是啊，都不愿从梦里醒来了。玄哥哥分明是想诱惑我，将我留下来。不过我成全了。你叫啊，叫了别人就知道你闯了我的房间，就知道你是我的贤哥哥了。玄哥哥，你看看人家，抱抱人家。哎呦，那情形仿佛是真的发生过。你那是什么表情啊？我仔细想想，好像也不是很确定你在房间内一直没出去过。啥？我们原以为你肯定是出去的，也不排除您出去采完花了以后又偷摸着回来了。啥？公主，您要不立刻重金聘请些武林高手保护您的安全吧。若是真的，这恐怕是皇叔毕生再不愿回顾的事。还是得搞清楚昨晚是不是真实发生过，好进行下一步打算。要验证昨晚的事是梦还是现实也很简单，我只要找机会看看皇叔身上有没有印记就好了。我梦里做的可用力了，没个3、5天是没办法消退的。还作了？作哪儿了？胸上。这好像一点也不简单吧？总之，先确认了再说，先试探下皇叔的态度，再随机应变。若确实如我所料，那么，嘿嘿。昨夜皇叔这边可有什么动静吗？殿下的行踪不得窥探。怂啥呀？一想到梦里的我仿佛登徒浪子，皇叔会不会觉得我不端庄不矜持了？公主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会让本王觉得你不端庄矜持？皇叔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了？哎呀，皇叔啊，你今天看起来有几分倦怠，昨晚是没写好吗？昨晚公主把何府闹得人仰马翻，吵得很，本王能歇好才怪。忘了还有这一出了。搅了本王清梦，公主好似有几分兴奋，还是因为昨晚会到了情郎，收不住情绪？嗨，哪有什么情郎，不过是一桩误会。昨晚我喝了酒后便睡死过去了，都是那只粉鹦鹉口误，传错了话。明明是那粉鹦鹉想找情郎，关我裘星辰什么事儿呢？那便好，寿王府门风清正，公主虽非大业之人，但既借居于此处，还是谨言慎行些好，莫坏了寿王府的名声。看着还是这样铁面无私、不近人情，毫无改变。那个啥，我酒后容易有梦游的病症，我昨晚好像梦见了。梦见什么？就大概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晚我梦见与您花前月下，饮酒作诗，仅此而已。自然，本公主可是个矜持之人。梦里我们二人发挥于情，十分规矩。
本王还以为以公主之性情，会再次诱哄梦中之人，又将她始乱终弃。那哪能呢？如今的我，见到您，心里就升起了敬重之心，岂敢唐突？不过那梦境，着实有几分真实，仿佛我当真与您再续前缘，真是让人心向往之。所以，公主鬼鬼祟祟来此处，是荒谬的怀疑昨晚所梦乃是真实发生。不是，我来此是因打扰了您休息，给您赔礼道歉来着。当然，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怀疑。原来是将旁人错认成本王，荼毒了一番，眼下却还打着将此事赖到本王身上的主意。这不可能，我即便是醉着的，也不至于认错人了吧？那可难说。本王昨夜被打搅后，又过了1个时辰方才入睡，此后一夜无梦，亦始终未见公主。要不皇叔你把衣服给脱了，让我验明真假好不好啊？这话能说吗？我怎么就没找个好地方坐呢？坐在脖子上或者脸上，岂不是一目了然吗？算了，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礼呢？这就去呗。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没有，我问过府内伺候的人，王叔身边并没有婢女服侍穿衣梳洗，连家丁侍卫也未曾允许近身。你说，皇叔身边没有人近身伺候，不会是为我守身如玉吧？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本来是王府有婢女，但是因为你有了心理阴影，所以才开始不近女色的。我从前从来没有发现进皇叔的身这么不容易。皇叔，您喝茶。哎呀，手没拿稳。糊涂。皇叔，我给您做了一套夏衣当做赔礼。太暴露了，不准。这2日我发现城外有一处温泉，想邀请您同去。醉梦。啊！公主有本事再说一句废话看看。3日了，已经3日了，再等下去，那印记就消退了。我觉得需要铤而走险一把。拿酒来，我再醉一次，看看我会不会再主动摸到皇叔的房间去。公主，不做不会死啊！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作为爱情故，2者皆可抛。你们到时候一定要紧紧跟着我，我们一定要精准还原那日路线，挖掘掩埋的真相。我觉得咱们公主路子迈得颇有几分熟练，路线直达皇叔寝室。看样子果然不是第一次作案。推不动。3日了，怎么还未消退？封窗了。已经1刻钟了，公主还没有被赶出来。今日必将获得大成功。王叔不是应该和公主重温旧梦吗？怎么就出来了？将你们的公主带回去。BBQ 了。怎么样？昨晚我醉酒后有没有摸到皇叔的房间？您确实摸到了皇叔的房间，而且看起来还很熟门熟路。所以那天晚上的事情果然是真的。皇叔果然对我爱在心口难开。不过不到1刻钟，您就被扔出来了。我们的计划也暴露了一干二净。皇叔，公主来此处做什么？昨夜非礼不成，今日又想故技重施吗？
哪里能说是非礼呀？9岁之人做的事儿能叫非礼吗？都是……那叫霸王硬上弓。是我昨日酒后无状，做了冒犯您的事儿。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这次。然后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我大业虽然有好客之道，但这般行径……我懂，这样的行径简直与登徒浪子无异。酒色真可怕，能让一个知书达理、腼腆内敛之人变得面目全非、放浪不开、过于奔放。酒色，知书达理，腼腆内敛。酒色加您的美色，可不就是酒色吗？人家本来就是个极有涵养的人。总之，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更会从源头上改正。我那儿的美酒也让人通通送到您的住处，一是喝酒误事，二是想孝敬您。只有像您这样有自制力的人，才配享有那些美酒，最好也酒后无状，自投罗网。公主干这种事很熟练，醉闯他人房间，欲行不轨之事，然后被人逮个正着后，熟练的先发制人，道个歉就完事儿。当然不熟练，我也只醉过那么1次，不对，2次，还只闯过您的房间，而且也没有道个歉完事。若是对方想让我负责，我自然能负责。你要怎么负责？施舍一个驸马之位？好像把大业的皇叔拐回去当驸马，不太现实。皇叔不稀罕的吧？自然是不止这些的。皇叔您若是要我负责，提什么要求我都会满足的。巧言令色。所以皇叔，您要我负责吗？不要，本王并未吃亏，毕竟刚发现了采花大盗，便眼疾手快地将他绳之以法。皇叔，你自然知道我是指哪晚。玄哥哥，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那天晚上我当真只是在做梦，您当真没有被我亲，被我抱，被我作，还和我一起躺板板了吗？话都说到这里了，今天一定要逼问出个结果。玄哥哥，我知道你心有芥蒂，你不就是想要我负责吗？我能负责，要怎样负责都可以。公主还没醒酒，怎么醉话又一套一套的？梦便是梦，公主要硬说是现实，本王也没法子。那皇叔您为什么对我这般防备呢？昨晚我才闯入您的房间，就被您二话不说扔了出来。本王夜里免遣，历来小心谨慎。我才不信呢！谁闲着没事会在房间里放能绑住一个人？那您若当真厌我，为什么又要我搬来您府上？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个从前算是与本王结过大梁子的人，要自投罗网，本王又怎么舍得让他在大夜朝逍遥自在？自然是想看着他做牛做马，百般讨好的不痛快模样。说的好有道理，但是你敢不敢把生意给脱了，让我验明真假？公主觉得本王会陪你一起胡闹？松手！近来京城治安颇乱，时不时有采花大盗，公主的安危与清白关系两国邦交。即日起，便由寿王府的人接管公主的护卫。这阵子可能要委屈一下你们了。公主，您不会出去一趟赔礼道歉不成，结果喜提软禁了吧？外面凶险，还请止步。看样子好像是的。也许皇叔当真只是想看我不舒坦的样子，又不想放过我自投罗网的机会罢了。那不至于吧？皇叔应该还是爱你的吧？他喜欢的或许一直都只是那个不存在的忠贞不二、爱他入骨、愿意和他过一辈子、同他计划着未来的人。那您就和他计划一下未来。没用的，我的套路都被他一识破了。
万一呢？要不我们试探下，万一失败的话，我们早点另做打算。必须试试，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但是，首先要出去吧。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出去呢？这日子没法过了呀，没有办法轻松自在的出去买，也没有英俊标致的侍卫给我们欣赏。是啊，往常还有大冶厂的女德和画本给我们抨击，现在也不给了。皇叔不会就这样软禁我们到地老天荒了吧？公主，皇叔上次送我的踏雪可算是训好了，公主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兜风？可是有人送枕头来了。是想去的，只怕皇叔那边不太肯。这有啥不肯的？我去问皇叔。啊，皇叔，公主第一次来我们离京，我们应该尽到东道主的责任，多带公主出去看看。所以是你贪玩，想去跑马，还想拉人陪着你一起玩乐？这不是一石二鸟吗？所以行吗？你可以。公主她……皇叔，你总不至于把公主给软禁起来了吧？我什么都没说啊，是他自己瞎猜。不至于。那我就带公主一起出门了。皇叔，您怎么也来了？烈马难驯，你胡闹也就罢了。公主金尊玉贵，若有什么疏失，恐影响两国情谊。踏雪是从寿王府中出去，本王不甚放心，便跟过来看看。能有什么事？公主说他们周朝猎场广阔，别的没有，就是草原多。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说不定骑射比我好呢。是吗？没这么夸张啦，就尚可。皇叔，要和我们一起赛马吗？不必，本王在此处看着便好。那我们先走啦。快活！糟了，缰绳脱手了！别怕，有我。来我们小周场，最值得来草原看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榆木脑袋，除了骑马，一点其他的动作都没有。救命啊！我就不信他会见死不救。小心！伤着了吗？没有，真是不枉此行。轩哥哥，我怕这马又受到了惊吓。你将马让给你。我不敢再骑。轩哥哥，男女授受不亲。你要将我扔在这里吗？罢了，就只有这么一次，下不为例。套马受惊，原来全是套路。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幸好公主出手相助。对我而言，驯服再烈的马都不在话下。大雪啊，大雪，你往日都是乖乖的，怎么今日凶起来了呢？以后要乖乖听话，知道不？本王竟不知道，公主棋艺原来如此精湛。一旦皇叔开始阴阳怪气，就一定是我又忘记了什么。我好像从前为了亲近他，假装自己不善棋。公主，你可有被皇叔刁难？为什么这么说？皇叔他高风亮节，宽容雅量，自不会刁难我。那就好。我看皇叔看你的那个眼神，活像是您欠了他800万两似的。
皇叔他难道私底下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怪癖？不为人知的怪癖？那倒没有。皇叔他在不触碰原则的事情上还是比较好说话的。这不是皇叔从前说过他的雷点吗？从前他还列举了他最厌恶的女性外貌特征：粉瞳、泪痣、粉白头发。公主，您除了性格之外，竟无一例外全部符合。我担心公主您受到波及。皇叔还说了啥？性格上也有雷点吗？性格，我隐约记得有什么满口谎言、适量行凶。适量行凶？就那种很不真诚，仗着自己有那么一点美色就肆无忌惮。在皇叔眼里，我还是有美色哎。我竟都成了他的雷点。皇叔列的特征十分精准，难不成被什么姑娘伤过吗？不至于吧，皇叔向来不近女色，我看应当没有姑娘能近皇叔的身。不过皇叔前2年好像有出游过几个月，也说不准在这期间遇到了什么事啊。殿下可是觉得日头太晒，属下拿一顶华盖来。不必，让人找个借口将雍君王支开。诺，雍君王殿下，府中常时有事来找。好哎，别令我独自面对皇叔啊！是熟悉的感觉。皇叔啊，我觉得这边我和雍君王2个搞得定，你要是忙的话就先回去。公主以为本王出现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他烈马难驯，我和雍君王控制不住场面。不过皇叔您放心，你也看到了我刚刚露的那一手。皇叔你别误会，我这骑术是和你分开后才学的，真的。本王对你骑术进展毫无兴趣，本王在旁看着，只是想防备公主老牛吃嫩草。我总不至于禽兽不如。公主话说得好听，这不是也对爷爷辈的人下手？那个皇叔啊，要不我们打个商量，把你那几个看着我的侍卫给撤了，好不好嘛？不行。那就算是被软禁的犯人，也能有放风的机会吧？不行。半天？不可。2个时辰？公主这般急迫，是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要做吗？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去宝墨斋挑一些笔墨，回头在府中的时候，也正好能静心凝神写点东西。行吗？一刻钟也不许。说好的适量行凶呢，怎么不为所动？皇叔，您前2年出游的时候，可曾遇到过什么不堪？我是说，您云游四方的时候，定然也遇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可有遇到像公主这般有趣的人吗？今日细聊，才发现公主她是一个极有趣的人，我与她简直算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呢。她武能马上定乾坤，文定然也能提笔安天下，我跟在她的旁边，肯定能收益颇多。而且公主可是第一个敢和我说皇叔八卦的人，所以皇叔，我想和公主单独去城外兜风，行吗？行吗？单独？城外？答应吧，答应吧！而且公主刚刚说她在朔王府中待了很久了，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想给您准备惊喜。您要是跟着去，就没有惊喜了。您还是在此停留吧。邢庸，你是皇帝的堂弟，她是皇帝的女儿。所以呢？你们不可平辈而交。论尺序，你当称她一声侄女。哎呀，我有大侄女了！终于不是最小辈了，可把我得意坏了。但是小周朝的亲戚关系不关我们大叶朝的事吧？公主内心十分认可这个尺序，我们也要主随客便。
咦，那皇叔，我可以和我的新得的大侄女一起出门去给您挑惊喜吗？好好挑礼物，只能挑礼物。本王倒要看看公主要给本王准备什么样的惊喜。耶耶耶！好耶！我绝对不会拉着公主乱跑的。皇叔答应了，答应了。我软磨硬泡了好久，皇叔终于应下了。大侄女，你可要好好感谢我。大侄女？哎呀，我怎么就得意忘形喊出口了呢？皇叔说公主应当唤我一声叔叔。啊，皇叔啊，皇叔还说了什么？皇叔说公主非常在意尺序，而且她很期待你给的惊喜，你一定要仔细准备。爷爷辈的只要我想，我都敢上手，何况叔叔辈？这到底在防什么呀？会是错了吧？这也能？文清，你帮我在这边稳住大侄子，去就来。好嘞，得令。所以公主是想让我帮忙试探一下，您的情郎是否一被女子近身，便会心跳加速，动弹不得，任人推倒？是，我想试试他对我的感情几分是源于内心，几分是源于身体。真是个有趣的挑战呢。不过，某愿意一试。这丽京中，我见过最有风情的女子便是你了。我相信你可以试出来的。最有风情吗？某道士第一次被人这么形容。不过，我那个情郎的脾气可能不太好，而且身份地位稍微有那么一点高。不怕，这离京还没有我怕的人。总之，你点到为止的试试就好了。放心吧。虽然它摸起来手感很好，会让人有些控制不住。不是我在说啥？总之，就是试出来立刻就撤退。朋友夫不能欺，好像不太对的样子，但是又是这个样子。皇叔就在这里了。公主说这惊喜只能您独赏，我先退一步。这就是公主在外逗留一天给本王的惊喜。这只是前菜。首先，我以茶代酒，聊表歉意。这就是第一道惊喜。皇叔，您不是养了一只像我的鹦鹉吗？为了投桃报李，我给你找了一只猫，一只跟你很像的猫，高冷、尊贵，还透露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慵懒。您看，这瞳色，这性情，这毛色，完全是依着您打造的呢。黑脸，您看，您现在的神态就和他一模一样，关键是性子也像。这猫儿一下午都对我爱答不理。有的人的子，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有的人不会送礼，也不要送。还有呢？第二道惊喜，我去房内拿，好好相处哦。邱星辰，哥哥，体温上升，心跳有些急促。这公主的情郎温雅，张香家的二公子。是皇叔。好娄子啊！邱星辰，你好得很啊！这么久都没动静，会是莫蕊没有点到为止，摸了一下又一下吧？不行，我要拯救皇叔于苦难中。皇叔，皇叔的心情看起来不妙。来，解释解释，这就是公主要给本王的惊喜。肉包，皇叔这是从哪里出来？快逃！你们聊，我先走一步。等等我！敢走？
只是想把门给关上，方便您训人。从前想聘本王为隐鸾书院的夫子，供贵女观赏。现在过了2年，长了德行，竟开始给本王送起了男人。男人？我什么时候送你男人了？等等，那2个肉包是霍蕊姑娘的。裘星辰，皇叔，我冤枉，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他是男的。如果她是女的，你便能做出如此行径，你便丝毫也不在意我与旁人有身体接触。其实这件事儿，公主要说与你无关，是本王听到惊呼，误会是你遇险进了房间才遇到之后的事。皇叔这就给我编好借口了。公主若是点头，本王立刻拧断你的脑袋。我这不是因为您拒绝不了和我肢体接触，但又矢口否认对我余情未了，故而才想试探一下你吗？所以倒成了本王的错了？当然不，我就是怕您当年不情不愿，完全是因为雏鸟情节才从了我。若是如此，那我应该有帮您摆脱心理阴影的责任。心理阴影？公主怀疑本王是个荤素不忌，只要投怀送抱便身心相许之人。现在公主对自己看到的这出闹剧满意吗？公主于本王而言的确是个无法推拒的特例，从前是，现在也是。可是公主觉得能凭借这个特例拿捏本王，为达目的能够再次利用本王。我当然不是这么想的，我只是真诚的想和您再续前缘。再续前缘？然后呢？然后为他背井离乡，长留大业。和他外出踏春，享用于漫山桃花。夏时和他泛舟，秋时登高赏菊，冬时围炉煮雪，踏雪赏梅。叔叔冷，叔叔棒，从此一生一世一双人。但这些都是我给不了他的，您不必说了。裘星辰，自你来大宴，本王还有一事十分不解，今日也一并问了。本王自认为不是无名之辈，大业朝朔皇叔之名，朝野上下如雷贯耳。公主神通广大，纵然不知朔王姓甚名谁，身边的人总是知道。本王也很好奇，公主口口声声想和本王再续前缘，对本王真情可见。即便这些情是公主杜撰，公主实则避我唯恐不及，又怎么会明知我有可能是当年之人，还义无反顾地撞上？还是当年你就没记住我的名字？完了，宋明帝又来了！怪不得公主敢亲临大业场，你的心里怕是对我从来就没有分毫的在意。怎么可能？我自然知道你叫燕璇，这不是朔王说的称号太响亮了吗？人人都称您为皇叔，我自然没敢往这方面去想。是吗？是。本王将公主留在朔王府，竟让公主产生那么大的误解。罢了，即日起，公主便搬离朔王府，前往使馆居住。本王看，公主既亦不在两朝贸易，那两朝通贸一事，便不必再考虑。就这样。似乎从刚刚某一刻开始，所有的插科打诨、粉饰太平，在他面前都毫无作用，像是有什么东西碎掉。我好像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怎么了，公主？我明明平日里伶牙俐齿，那日怎么就被逼问得哑口无言了呢？公主，您不会真的没记住皇叔的名字吧？当时他就说了一次，后来玄哥哥长，玄哥哥短的，就忘记他姓什么了。
纵然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当年我也不在公主的身边，但我有时候仍然觉得公主被皇叔记恨不远。我们现在要怎么办？真的要搬回使馆吗？府上的人已经来催促好多次了。我也不知道，现在想想，我当年好像真的很过分。当年他那出英雄救美的戏码失败后，便肆意张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公子，这么巧啊！我与官府无仇，那日就是进行个抢劫演练。我与阁下短短时间已经见了3面，相逢是缘，不如结伴而行。姑娘跟了我一路，四处打听我的行迹，是想劫财？不，是劫色。这位公子，你犯罪了，我需要将你缉拿归案。你在我心上纵火。公子。随后几日，燕雪有意将他的人都甩开，他一筹莫展，又有点遗憾。不过也许当真相逢就是缘。3日后，他在临镇又碰到了燕璇。这位公子，好巧啊！我又犯罪了？是的，你强闯民宅，住进了我的新房。小样，这还不迷死你！公子，相逢是缘，我们会再见的哟。你见过这样巧言令色的女子？你见过这样被揭穿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依然能够面不改色、不屈不挠的女子？未曾。殿下，这群人心思不正，会不会是那边派来的？要不要把他们给……不是，不会有这么蠢笨的妹子。那还要继续甩开他们吗？不必了，先看看他们到底打什么主意。万一真的是来劫色，本王不相信一见钟情。当年的他刚卸下权势，是个十足悠闲之人，有漫长的一生可以虚耗。乍然看到个这般有趣的人，这般鲜亮的颜色，倒也不反感。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的衣食住行几乎被他给渗透。在客栈打尖时，在酒楼用膳时，姑娘，大可不必如此。这是小周朝的待客之道，对长得好看的人都会有优待，公子不必有心理负担。哦，我不需要。这是我家公子给你的。我也不需要。不过公子要是想钱货两讫，便告诉我你的名字吧。千金买名？可以说是。不必。就这么走了。后来他临时寻在路城的向导时，他使了一些手段，顶替了向导的位置。殿下，那人便是我们要找的向导。就他？是啊。那名画师是当地有名的一个小画师，擅长丹青，不过也因姿容甚佳，很受当地姑娘的青睐。这是周人的待客之道？是。赶巧了，想双管齐下的，没想到被撞了个正着。你是他请来的向导？是。公子不是不太懂小周朝的风俗习气吗？某愿为向导，随侍君侧。3天不理就立刻换人，就喜好好看男子，居然真的只想劫色。那名小画师，姑娘不是和他相谈甚欢吗？这就要甩开他？就是我朋友比较仰慕他的画技，所以我就帮忙牵线搭桥了一下。我省事原样送了他同样的套餐，这种事儿就不用说了吧。不过那小画师刹那间就心花怒放，要跟着我回书院，真是有点没劲。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这句话真的好对哦。那向导之事？燕，单名玄。怎么自我介绍起来了？不是要当我的向导一路同行吗？我准了，那一袋金叶子便作为酬劳吧。好，
后来的一切便顺理成章，他成了他的向导，费尽心思地撩拨他，带着他驰骋辽阔的草原，带着他看遍日出日落。再后来，他带着他尝了最烈的酒，明明是想灌醉他，让他卸下心防，没想到他人菜瘾还大，直接把自己喝得满脸通红，胆大包天了。玄哥哥，我真的好喜欢你啊！可是你不会长留在小周朝的吧？你不为财帛所动，出手阔绰，必也出生于大业富贵人家。而我，小周朝的公主，扎根于小周朝，定然不会为了追随你离开我的家乡。若你始终对我无动于衷，等你离开陆城，我注定要割舍你。这么久了，只换来了你的和颜悦色，不曾有格外开眼，还能有你为我所动的一天吗？退开！那你附耳过来，我告诉你一件事。玄哥哥，你耳朵好红啊！他明明武艺高强，能拉得动10担的弓，却对那细软的丁香蛇无可奈何。他明明头前板着脸，只要一个眼色，都能吓得旁人两股战战。然而他却使变了眼色，落了狠话，却无法让他后退半步。或许是从和他同城一骑，温香软玉在怀，他的身体僵直了一个下午开始；或许是他娇娇软软的叫着他玄哥哥开始；或许是那一桩桩一件件如同穿石的水滴一般小的事，让他在这样的时刻无所适从。老房子终于着了火，你是我的了，总要留点东西当做纪念吧。我家殿下居然有满脸发红的脸。完了！昨晚我怎么就色胆包天了呢？我一定会被他赶出去吧。昨晚是我喝酒误事，做了一点有伤大雅的事情，您看。哦，这是没事，小事罢了。收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他待我很是不同啊？就从前我在街上走，撞上路人的时候，他根本没想着阻拦，现在会伸手拉着我。又比如说，我最近的桌案上会出现很多我喜欢吃的东西。还有，从前我和他相处的时候，他恨不得旁边站满侍从，生怕被我占了便宜。现在却会让侍从退下。还有啥？还有他看起来仿佛铜墙铁壁，实际上多看他2眼，他耳朵就红了。那一夜醉酒，我起初只是靠近了一些些，他的耳根就红了起来。鱼儿好像终于要钩了。或许是趋利避害的本能，意识到自己在裘星辰面前反复失态，在一段时间内，燕玄曾不耐烦地驱逐他，他像是因此受伤了，接连几天没有再出现在燕玄的面前。喜欢吗？这是什么？想送你礼物呀！你是大业朝的人，注定要回大业过去。我没有什么能给你留下的，想着木雕轻盈便携，或许能给你留作一个纪念。你若是觉得还有几分意义，便留着它们吧。你嫌我烦了吧？不过以后我不会打扰你了。王允他们说，你们改日要回大业朝了。我不会离开小周朝的。今天就当作是告别吧。那个丑点的是你，好看点的是我。你当真喜欢我？一见钟情，二见倾心，
肤浅，说白了便是看中了一张脸，但也行吧。啊？我不回大叶朝了。啊？至少现在不会。我没有多少和女子相处的经验，不知道当如何对你。如果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对，别告诉我。我家里颇丰，你要是有什么想要的，我会为你寻来。即便肤浅，但我并不想看到你酩酊大醉的时候，舔着别人的耳垂说着喜欢。至少，我还有一张能让你一见倾心的脸。所以不要伤心，也不要告别。这个男人，我要搞到手了。不告别的话，你要和我在一起吗？就这件事，不是我喜欢你就可以的，是需要互相喜欢的。你喜欢我吗？你当真喜欢我？那天晚上是我冲动了，但是你不用有心理负担的，我朝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和束缚。你是第一个亲了我，又让我心猿意马的女子。我亦从没面对过这样直白、掩饰的行为。从前我家中兄长还在之时，我也幻想过自己应当娶个什么样的人，但从没想到会是你这样的。遇到方觉，你这样的也很好。你大可不必因为我亲了你就觉得有什么，我不需要迁就的。自然不是，绝不是个会像毛头小子一样被一个吻便搅得方寸大乱、心惊大变之人。我只是也心悦你。那段时日，他们也曾有过鱼水之欢，也曾谈婚论嫁。我们的婚期当提上日程了。我家中情况有些特殊，两地奔波也会耽搁不少时间。6里走下来需要1年半载。在大叶朝，未婚男女需要讲规矩。你我婚约未定，还是节制点，一次破例也足够。真麻烦，不能保持现状吗？你不是想着和我一生一世，所以我在小周朝生活吗？那便要入乡随俗。我们小周朝讲究的是及时行乐，遇到喜欢的人需要从心所欲。我们小周朝其实没有那么讲男女大防，那一纸婚书没有太重要，而且我们小周朝为保证男女权益，往往双方求婚之前会有3个月到1年的试婚期，觉得秉性相投再议定婚期。我们这个算是试婚期，而且这事儿只要你知我知，没有旁人知，一次和几次也无甚区别。轩哥哥，你舍得1年半载不碰我吗？还是玄哥哥对我吃干抹净后就不喜欢我了？我没有。算了，再揍他一次。他们买了个别院，时常在别院中没羞没臊。只是燕璇觉得君子应当清心寡欲，可每一次都耐不住裘星辰的软磨硬泡。不过每妥协，婚嫁之事总会被放到明天来说。在大叶朝，一纸婚书很重要，我想给你所有我认为重要的。但皇室的婚礼流程繁琐，需要提前安排，他不能轻慢裘星辰，该给他的一样也不能少给。你不是总想着先拜见我的父母吗？不过我父母云游四海，归期未定，等他们来信了，我们再议此事。好。公主，你这样拖着真的没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他非要和我成婚，那就成一次吧。他想要名分，到时候给他驸马便是。如果他不满，那便让他当大驸马，总归能满意吧。
至于可能还会有17个驸马，就不必说了。可若对方……总之，合则聚，分则散。我不想要他负责了。正常人应该觉得轻松，更不可能会因此对我生气。我都不在乎了，他还在乎什么？公主这个算是引火烧身，当局者迷吗？公主这样你不拦着？拦什么？他喜欢做啥开心就好。若公主喜欢他，他不喜欢公主，他要跑，我就将他抓回来。若公主不喜欢他了，他要死皮赖脸，那我就将他赶走。那时候的他也觉得燕璇似乎有些过分在意娶她这件事了。后来他下意识就开始同着燕璇灌注着小周朝的一些价值观。我们小周朝民风开放，不讲究女子的贞操，若2个人相处不来了，大可和离后各自下去。所以不要过分在意娶我这件事儿，不要有太多心理负担。我们小周朝不仅允许一夫多妻，女子亦能一妻多夫。你要娶很多个？只要玄哥哥不变心，我当然只要玄哥哥一个人足矣。好。这个准驸马好像醋意有几分大。不过没关系，到时候我若真的又像喜欢他这般喜欢别人，又得给旁人名分，我便哄哄他，他很好哄的。他若不干，我便让他归去，到时候我定然就没那么稀罕他了，不会那么舍不得了吧。总之先哄着。玄哥哥以后可有什么事要做的吗？不管玄哥哥喜欢念书，我家在京城有一书院，玄哥哥不如到时候在书院中做个夫子吧，以我夫唱妇和，也能帮我几个燃眉之急。到时候你是夫子，我是院长，好不好？我有事出去的时候，书院的事业还能交给你定夺。我们书院事务并不繁忙，每日只需要花上1-2个时辰授课就好。你学识渊博，教一些女子不在话下，也可以教她们如何弯弓射箭。嘿嘿，搞定。当时的他虽心里隐隐有些忐忑，但随着去书院的日子将近，只一心想着让他的那些姐姐妹妹看看他带回来的角色如何，很快就卸下了心中的包袱。分道扬镳的那一日猝不及防的到来了。哇，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搞了半天终于搞定的那块活招牌吗？果然惊艳四座。也不看看是谁找的。快，将那些事情详细的说说。事情要从我外出猎艳那一日，并到他弯弓射箭开始。这样，再那样，然后就成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啊？当然有。他虽然品貌举世无双，但是我可以以10当1，往他身上耗的功夫，我都能再找10个了。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凭借着自己百折不挠的意志力，可算把他给搞定了。院长，他给不给泡啊？能不能捏捏小脸，摸摸小手？他是我的人，你们可不能碰。不过看起来是可以看的。院长，这个是我们书院这个季度物色的新目标，有点难搞。几波姐妹过去了，还是不能得手。您能不能出马哦？还是说您就此收仙啦？怎么可能？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男人虽然重要，但是事业也很重要。奇怪，怎么背后凉凉的？院长，您怎么走神了？从没有见过他这样的脸色，好像
我做了很过分的事儿。哇，院长这回找回来的男人真的是绝色，远观可以，近看更不得了。从前的我总是觉得美色应当世间之人共赏，但是这一刻，我却想将她的光华给遮盖。这便是你说的夫唱妇和，解你燃眉之急。那些男子从前也是这么被你哄骗来的？是，也不是。玄哥哥，我是当真很喜欢你的，你和他们都不一样。哪儿不同？说喜欢我的话多一点吗？更缠着我一点，在我身上耗费的时间更多吗？原来，在你心里我并非独特。有哪个女子能像你这样，把心上人推给别人？哦，想必连心上人都称不上，只是工具人罢了。你我到此为止吧。我这样做不对吗？但旁人不都是这么做的吗？族中的那些姐姐纳了好些个男宠，他们不是和睦相处吗？我当年看着他气冲冲的离开，知道自己做错了，只是知道我辜负了他。他对我全心全意，但我从头到尾就没打算对他一心一意。即便我确实从头到尾都只和他谈过，但是在我彻底想明白他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火之前，他就在我的世界里消失得一干二净了。浑然不像从前那样，只要我追，他便能被我找到，被我挽留。我尝试过找他，但是当一个人真的决意消失的时候，是怎么找也找不到的。他在陆城，在小周朝，所有的痕迹都被抹去，从前住的宅子也换了主人，甚至当初订房契的时候，亦不是用的他的真名。我的的确确伤怀了一阵子，可苦寻无果，我很快便将这段伤心事给忘了。毕竟世间好玩的事儿那么多，我以为这种事他也很快就能忘怀，但没想到他记得那般清楚，兴趣到分离。所以我与他而言是特例，他对我而言其实也是格外不同的吗？我要争取一次，不能像从前那样任他离开，至少要把话给说清楚。听说公主近日要搬离寿王府，是要回周朝了？大致是吧。皇叔，你当真舍得放手吗？陛下何出此言？你云游在外之时，曾给朕来信一封，说是遇到了属意的王妃人选，想行那采问名之事，但后面却不了了之。如今破裂让公主在寿王府，更是破天荒的将两朝贸易之事全包了。皇叔从前遇到的人是公主吧？自从皇叔卸下权柄后，京中诸事他能避就避，始终是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朝堂的事亦不掺和，全然一副纯臣的姿态。他从未向他求过什么，除了两朝贸易之事。都过去了，当弹不断，必涉其乱。陛下，这是臣对自己说的，也是臣想对陛下说的。近来张家事大，恐有外戚干政之祸。陛下对张皇后的袒护未免太过，臣本不欲以长辈自居，同陛下说这些事儿。臣明白殿下因明惠太后之故，对张家有几分想要补偿的心思，但陛下过犹不及。张后不是明惠太后，张家
更不是从前的张家。朕明白，真有分寸。公主那边说了，收拾收拾，明天再搬离。不过临别之前，她说要来跟您践行。啊，殿下，没反应。那属下一会儿就让公主来践行了。没反对就是可行，应当立即执行。那日，他气冲冲离开后，在茶楼枯坐，听了一日他斑斑劣迹，知道了他的身份，还有那一桩桩光辉往事。哎，听说今日隐鸾书院来了个招牌，万人空巷。不过公主这次啃到了硬骨头。那人发现自己被骗进了隐鸾书院以后，转身就跑。嗨，还真是个聪明人，免得和之前那10个8个一样，整日里就是哀哀怨怨。公主这下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哟。公主这么看重这个，万一要立对方为驸马呢？切，驸马有什么稀罕的？据说小周王可要给公主招18个驸马，少一个都觉得亏待了公主呢。你们不知道，京城这些贵女玩得开心，热得很呢。他没想到，他竟是这样的一个人。若是之前他心中尚有一分侥幸，在这一刻已经侥幸全无。他接受了他被他骗身又骗心的事实。他的父母哪里是云游四方，分明是端坐皇城，未曾离开，兔子罢了。怪不得说起婚约之事，他推三阻四，压根只想对我骗身骗心，将我诓回书院，替他卖命。我却幻想着同他携手一生，但每一次相遇，每次相守，原来都是算计好的骗局。他根本没有心，他根本没记住我的名字，当年与我的定情信也不过是随口杜撰。从前我以为弥足珍贵的记忆，那些值得珍而重之的许诺，都是信口开河。枉那时的我能识破正宇的阴谋诡计，却无法看穿你话语的真假。每多一次接触，越接近真实，越发现自己当年的可笑。恐怕当年唯一真的，便是想哄骗我身子。可我偏偏依然记挂了你这么多年，甚至心存侥幸，以为你幡然醒悟，要与我再续前缘。原以为淡忘的记忆，却随着你的到来变得鲜活且刺耳。你凭什么让我这般惦记？王叔，王叔你在吗？不管您愿不愿意听，我先把话都给说了吧。从前和现在，您在意的事无非就是我在不在意您。当年我最初接近您，的确是动机不纯，是见色起意，想唬您进书院，说了很多违背良心的话，而且老是未达目的，不论过程。但后来随着深入接触，我也渐渐沉溺其中，超过了我最初的掌控。我虽时常外出为书院寻找夫子，有那么一些花招，也不只用在您的身上，但从始至终我只对您表白过，只喜欢过您，只亲过您，抱过您，与您有肌肤之亲。对我而言，您也是特例。我确确实实畅想过夫唱妇和的生活。您若执意要驸马之位，我定然会让您当我的驸马。
但我不应该只顾着鱼水之欢，给您许尽承诺，却逃避与您的婚约。毕竟在我眼里，男欢女爱这件事儿，向来是姑娘损失比较大。我觉得自己不介意，想必您也介意不到哪儿去。然而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觉得这些事不对，亦不知道分开对您而言是那么难受的事儿。让您在那般情况下离去，是多么羞辱您的一件事儿。我更不应该在明知道您心意的情况下，选择哄骗您，而非坦诚告诉您，我虽喜欢你，但是这辈子那么长，我也可能会喜欢别人。现在接近您，为了两国贸易是真，对您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也是真，只是确认的方式有一点不对。促成两国贸易是我来大业的目的，但即便贸易不成，对我来说不过是失了一点面子罢了，不算伤筋动骨。您若对当年的事无法释怀，又觉得放我离开不够解气，那您尽管对我始乱终弃，报复回来，也算是全了我的愧疚。如果您不想再见到我，觉得我还是那般面目可憎，出现在您的面前不过是勾起您伤心的回忆，那我就这般离开，以后不再出现在您的面前。我说完了。您皇叔，这味道，他不会把我之前送给他的酒都喝光了吧？你想走？你想走？想得美！这脚环怎么落到了他的手里？皇叔，你冷静点。我叫什么？叶璇，你姓叶名璇，还是大叶的硕王？我是你的什么人？你是我的玄哥哥，我最喜欢的玄哥哥。硕王，我好想逃啊！这么多的脚环，还是吸血侏儒的脚环，不会是我当初放错了脚环定制书之后，皇叔就暗地里偷摸着这一天了吧？不，没脱，就是碰了一下。不过你也脱不了。这回是真的一环只有一把钥匙能开了。可是这也太多环了吧！喜欢，也是。你更喜欢银色的，但是我也有。救命啊！这么多脚环，套住了就不怕你逃跑了，所以可以继续了。啊？继续什么？有生之年第一次遇到主动的皇叔，好带劲啊！没有别的选择了吗？什么？除了离开和对你始乱终弃报复，没有别的选择了吗？你真心待我，再也不离开。还不够吗？皇叔不会觉得这样的惩罚力度不够吧？今晚你留下来陪我。皇叔啊，有意见？总感觉这样的他让人撩拨不起了，怎么破？你不想，但我想。本想放你走，是你又三番四次挑衅，真是高估我。这种时候出现在我面前，又想全身而退，那你还要赶我出寿王府吗？那你还……
甜。这样的皇叔，怎么舍得拒绝？说喜欢我。喜欢，我最喜欢你了。小骗子。皇叔，我要说昨晚我只是想来和你好好说话，后面的事情都是你主动的，我充其量只能说是被动，所以不关我的事儿，你信吗？闭嘴！你看，你还在我脚上套了好多脚环。闭嘴！你昨晚还咬了我一口，不仅如此，你还……明明昨晚被套脚环的人是我，被咬的人也是我，怎么早晨被怼得不敢说话的人还是我呢？一觉醒来，真是乱套了。皇叔，那接下来怎么安排？公主想要什么的安排？按大叶朝的规矩，公主若是想要本王为昨晚的事负责，本王即可递上国书，迎娶公主。若按公主的规矩，大概是谈不上不成。在公主眼里，男欢女爱、鱼水之欢，不过是如喝酒吃饭一样稀疏平常的事。道理是这样的，没错。你情我愿的事情，不用那般珍而重之，只是被他这么说出来，怎么就这么别扭呢？就没有一点点折中的安排吗？公主不会以为一个晚上能改变什么吧？本王和公主的理念不同，错了的便当拨正，不能一错再错，将错误延续下去。但是你昨晚醉酒后，明明答应不赶我走，还一直让我别走。又想软磨硬泡，应付这种套路最好就是最后的行为无法当真，男女授受不亲，之前是本王想差了。第二，不要看。而今看来，公主住在朔王府中，免不了瓜田李下之嫌。也就是，倘若我不要你负责，你一点机会也不给我留吗？第三，不要轻易心软。是，不要在意，一旦在意，便输了。本王不需要将公主始乱终弃作为报复，但若公主待本王依然是从前的态度，一刀两断，各自安好，至少对我是最好的结果。长痛不如短痛，应该割舍的，便不该因心软再轻易沦陷。所以，公主为什么不按照大叶朝的规矩走，事事就答应皇叔的求婚啊？就很奇怪，他那时候冷冰冰谈公事的语气，就好像不管昨晚出现在那里的是谁，他都会为了应付缔结婚约似的。更何况，我到底只是大叶朝的过客。其实，公主，您也可以考虑和亲大业，和皇叔厮守一生。我是舍不得他，可是我是小周朝的公主，他是大叶朝的朔王，我们的身份注定有一方要迁就另一方。小周朝有我的父母，众位宠着我的兄长，我是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背井离乡的。再喜欢也不行，是他也不行，更何况世人都道我的父母恩爱甚笃，后宫3000独宠一人，却很少人在意母后背后付出的努力。母亲更是为了巩固后位，维持后宫独宠一人的局面，努力为父王开枝散叶，为此伤了身体，养了好些年才养好。
母后是父亲的挚爱，可是母后走到了这一步，却花了她的半生。仅凭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喜欢，又能持续多久呢？而他是大业朝位高权重的皇叔啊，又怎么会愿意放弃大业的身份地位，滔天权势，为我背井离乡呢？公主，这是殿下命人送来的。殿下说了，您看到钥匙，自会明白他的意思。解了锁，然后好聚好散，桥归桥，路归路吗？如果这是他想要的结果，我尊重他的选择。您自从那日与皇叔告别回来后，一直闷闷不乐，盯着这些脚环看。接下来要如何？总要你个章程出来。是回国，还是在大业停留些日子？前2日你们不是说莫蕊姑娘其实是锦绣坊的少东家，也是大业朝张相家的2公子吗？锦绣坊在大业的生意盘得很大，连我们小州人都听过锦绣坊的名头，说是富可敌国也不为过。若我们能促成和锦绣坊的合作，也不枉此行了。若眼前是一潭死水，那便只能想办法另开新渠了。只是怎么会变成这样？不该变成这样的。从前的他是绝不会在这样的时候和我划清界限的。那个晚上，明明我们还那么亲近，我还能听到他在我耳边的声音，怎么旦夕之间全变了呢？殿下，公主那边已经选定了日子，将在半月后离开大业回小周朝。本该这样，那一晚于他而言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一晚罢了，又怎么能指望他这个过客停留？再执迷不悟，不过是越陷越深，难以脱身。就这样，及时止损，挺好。虽然两国贸易之事不成，但公主促成了和锦绣坊的合作。眼下正和张2公子把酒言欢，公主还邀请他一同回国。只是锦绣坊毕竟是张家的产业，而今张家势大，若再拉了小周朝这个外援，把酒言欢，一同回国。张家如何，皆在陛下的一念之间，影响不了大局。还有何事？就是公主那边，殿下没有别的交代？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就是公主有眼光，才能欣赏我那些绝妙的设计。锐眼识珠，也只有公主敢针砭时弊，指出锦绣坊的弊端。客气客气，我们小周朝的人就喜欢这样新潮的设计。到时候等我引进国内，定能风靡小周。若有机会，还望张公子亲临小周指点一二。好说好说。真是没想到，堂堂丞相家的2公子穿女装，只是为了展示他妻子设计的女装啊！还好审美较为一致，通过了考验。为了庆祝我们未来的合作，公主和我痛饮3000场吧。锦绣坊不说遍布大业，但至少所有的大城镇都有我们的分毫。至少在胭脂饰品、珠宝方面，我们能为你们周朝提供源源不断的货源。而且你放心，两朝贸易的事，虽然陛下让皇叔全权负责，但我阿姐是当朝皇后，我爹爹是丞相，我们张家在陛下面前还是有几分脸面在的。纵然直接对上，
他也不能对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合作干杯！嘿，干！我要向我爹证明，哪怕文不成武不就的，也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我要让锦绣坊出品的服饰风靡两朝。公主，你也喝得太多了吧？明明是庆祝合作，怎么像是借酒买醉？我要证明，我都没伤心，您伤心什么呀？我堂堂张二公子，这辈子从来就没有过那么狼狈的时刻。你说，皇叔是不是对我真的没有感情了？这次他是真的想和我一刀两断。这么多天过去了，他对我不仅毫无挽留，而且他原来那么在意的脚环，现在轻而易举的就让我解开了。我们之间好像说散就散了。会不会是在那一晚之前，他就不喜欢我？从前的他对我很温柔的，我哭的嗓子都哑了，他也只顾着自己。明明从前肌肤之亲对他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事，现在却似乎不值一提了。你们男人，你们大叶朝的男人，是不是有情无情的时候两个模样啊？男人啊，其实在有感情的时候会怜香惜玉，没有感情的时候呢，就会只顾着自己快活。别哭别哭，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在你离开大业之前，我带着你去领略一下大业的风情。你们离间卧虎藏龙，男人都能风情万种。我如果离开丽京，皇叔一定会喜欢上比我更好看、更有风情的人。那咱们也找个比他更年轻、更好看的男人。不要！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看的男人。麻了，我什么都没干，只是单纯的这谈个生意而已。这么快就找到和他一样好看的男人啦？我跟你回家好不好？好。我高估了自己，原来我还是无法接受你再次闯入我的生活，又猝然离开。无法想象，或许你的余生会有另一个人陪你。旧星辰，我认栽了。皇叔，醒了。这是我喝太多出现了幻觉，还是我又喝多了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而且怎么就天黑了？所以公主之前说的，现在这几年为了两国梦也是真，对你还有那么一点点喜欢也是真，只是确认的方式有一点不对。一点点喜欢是多少的一点点？皇叔的反射弧也太长了吧！秋还是非常想和您花前月下，和您一起躺板板的喜欢。算了，无关紧要之事，便不必说了。不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喜欢，便别说了。本王下了半日的棋，在等公主清醒的2个时辰里，亦想了很多。说是余情未了也好，旧恨难消也罢，2年前你我在陆城的一切，对我而言，
始终如鲠在喉，无法释怀。若要就此放你离开，我不甘心。我后悔了，与其养拥遗患，不如掀开皮肉，刮骨疗毒。我之前说，我可以尽管对你始乱终弃，报复回来，也算全了你的愧疚。来作数吧。作数作数。那嫁给我，成为我的王妃。有点突然，也不需要做到这一步吧。2年为期，公主可以将此当作是一桩各取所需的交易。两朝贸易之事，需要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你我缔结婚约，是最省事的一个礼物。若公主同意，公主可以派人与护国就小周朝和大叶朝如何进行贸易的种类、价格之事对接。除此之外，我也会亲自陪同公主前往小周朝，递交国书的同时，实地考量两朝如何贸易，才能让彼此的利益最大化。原来只是交易，可是会不会有点太仓促了？从分手到直接成婚，会不会太快了？若婚姻不过是契约形式，无论如何都不算快。也是，总觉得呢。公主不必想太多，我思来想去，之所以余毒难解，许是因为当年正是少年情热，兴致最浓的时候戛然而止。方才年轻，再喜欢的食物，顿顿吃，多吃几次就腻了。惦念太久的东西，得到时或许就会发现。可是对你而言，婚姻难道不是一桩不能儿戏的事吗？观念是会变的，或许便是因为当年和公主互许终身，却始终未能实现，不成执念，让我无法放下。待来日，我对公主始乱终弃后，想必对往事也能释然。当然，既然是一桩交易，本王也有条件。首先，公主也需要满足我的一切需求，并在人前与我维持恩爱夫妻的假象。另外，公主也必须和一切异性保持距离，且无故不能离开大业，并且需要竭力配合本王拔除余毒。若我提前厌倦了这样的关系，也可以提前结束，但公主没有喊停的资格。在期满之前，公主需履行你我约定。若非要说有什么私心，或许便是希望公主在结束之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因分开而痛不欲生，也算是我始乱终弃。拒绝吗？还是同意？公主若是同意，在你我的婚约存续期内，公主想做什么都可以。若是拒绝，她真的舍得一刀两断，从此山长水远，再无相逢之日。公主不在乎婚嫁之事，亦无所谓亲吻。小周朝民风开放，你又是金尊玉贵的公主，你我和离，于你名声来说，亦不会有半点影响。2年后，你我和离后婚嫁自由，公主依然可以当一个为所欲为的公主，不管养多少驸马，续多少面首，本王绝不干涉。听起来我好像没啥损失，但当真除了成婚之外，只需要和旁人保持距离。是。那2年，我如果想回国小住呢？我可以陪你回去。总觉得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不过是几日功夫，便有这么合我心意的事情发生了。2年后，再努力的感情也会归于平淡了吧？若期满，你不愿意放手了怎么办？不会，我分得清虚情和假意。公主不必怕到时候无法脱身。当然，若公主不放心的话，我们签字画押为据。那行，
我们立字为据。好像想不出来不答应的理由。邱星辰，我不是太良善的人，前些年手上也沾染过不少鲜血。从前喜欢你，故而在你面前展现出来的都是温良无害的。若约定开始，我不确定最后会走向怎样的结局。若公主只想着虚与委蛇，先糊弄过去，在我这里不能够。所以还望公主考虑清楚，当真愿意为了弥补我，为了两朝贸易做到这一步，给你最后一个反悔的机会。若你应下，我便不会再放手。希望也好，不希望也罢，我要你眼里只有我，生生世世与我捆绑在一起。若你只是没心没肺，我要你生出心扉，让你感我当年所行，当年所念，彻彻底底喜欢上。我愿意，我愿意。别说是上面这些了，只要你想，我们和离的时候，我就算装也能装出对您情深意重，然后悲痛欲绝，为您痛哭流涕，让您彻底释然。那我等着公主。总之2年而已，转瞬之间便过去了。更何况，若是做这些事，便能将你心中的梗拔除，我责无旁贷。当年种下的因，结下来的果，需要我自己来承担。好，我去拟定契约。公主还有什么待补充的吗？没有。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公主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个，我的父母可能不太好说话，他们可能没那么容易答应我们的婚事。我来搞定。我有7个哥哥，可能都不太好说话。说我们到时候和离，他们有可能会找你麻烦。你只需答应，别的事儿我来解决。签订契约后，我当真不能反悔吗？你自己觉得呢？万一突然遇到什么突发的情况呢？万一有什么陷阱挖着等着我怎么办？总觉得羊入虎口了。没有万一。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要把自己给嫁了？为了保证我们的交易顺利进行，还望公主将从前做过的桩桩件件有愧于我、欺瞒我的事，一一列出来，列在纸上的，我既往不咎。好，就这些。应该没有别的了吧？当年说过的骚话，不是每一句都被皇叔给揪出来了吗？一定要说的话，这2年其实我没有怎么想你，算吗？毕竟想起你，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儿，所以渐渐的就强迫自己不想了，很多事儿下意识就淡忘了。原来，当年的往事对他而言，并不是雁过无痕。还有那个木雕，其实我很会雕刻，当时其实就是想着你能心疼我一点，才假装雕了很久，把木雕雕丑一点，反而费劲巴拉的。隐鸾书院内是有一个善雕刻的夫子，最好给我一个解释。我和他真的没什么。遇见你之前，我想给书院找一个擅长雕刻的夫子。听说了如玉公子的名声后，便去三顾茅庐了。后来他说，他的手艺只想传授给想学这门手艺的人，便想试试我到底有多少分诚意。我就跟着他学了3个月，也确确实实是认真学艺了3个月。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方非要说我看上了他，所以才愿意为他洗手做木雕。跟我回隐鸾书院后，每日饮泪，
仿佛我做了很过分的事儿。公主她这样的妙龄贵女，吃苦耐劳，千里迢迢跟着我学雕刻，定然是喜欢我，找个理由接近我呀。至于别的人，过程不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结果都很类似。那想和你唐板板，当真可以？自然。那黄叔，给我牵牵小手。好。你真的是黄叔？一觉醒来，黄叔怎么会和我说这样的话？肯定是梦。公主信了吗？信，真是不可思议！皇叔竟然肯被我捏脸，且不阻拦，这桩交易好值啊！就是不知道能发展到什么程度。那你能让我亲一亲吗？未尝不可。想和你唐板板也行吗？悉听尊便。只要公主将此看作是一桩各取所需的交易，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等等，你一觉睡醒会反悔吗？不会，契约已定，你我均无反悔的机会。那这些有限制吗？直到我逆位之前，便无限制。好你再等等。邱星辰，没有酒味，确实有几分可信度。在这场交易中，我掌握主动权。叶璇，你是狗吗？我不是，但若公主要我是，我也可以是。公主，落子无悔。狗，叶璇，狗。明明昨晚主动提起邀约的人是我，为什么到头来先起床的人是他？如果可以，这段时间将在大业朝的事情安排妥当。半个月后，我们启程去大周。此外，公主还在离京的这段时日，我会搬来使馆。公主当年不是说小周朝求娶前会有3个月到1年的试婚期吗？本王这是入乡随俗，之后本王会与公主同吃同住，希望公主提前适应。是和男女同吃同住，是。公主的这个表情不想吗？是昨日列在纸上之事还不够详实？从前公主恨不得日夜和本王黏在一起，难道不过是花言巧语？才不想杀掉从前的自己。自然不是，想是想，就是食不厌精，味不厌性，你说是吧？大餐总不能天天吃吧，身体会容易吃不消的。公主觉得有必要吗？也是，他的目标是要早点吃腻，而且吃不消的人好像只有我。公主不会答应后第1日便想反悔了吧？自然不会，求之不得的事儿怎么会反悔？就是觉得我以前太愚昧了，不知道你们大业人节制这项美好品德的珍贵之处。所以既然在大业的地盘，应当是我入乡随俗。比方说，我们隔个2、3日再相见。按照大业朝的规矩，待嫁之日应当在家中筹办嫁妆，男女双方非必要不得见面。公主当真要如此？
那还随我们小周朝吧。明日要做什么？明日本来是与周二公子约好了出游，一同逛逛离京。看来公主还有足够的精力。挖坑埋自己。推掉。不想推掉。我没有，这不是要回小周朝了吗？若我的姐妹们问起历经的风光，我却没办法描述，岂不是落了大叶朝的威风？要不然你来陪我啊？有本事你亲自抽时间来陪我呀！抽不出时间陪不了我的话，那也怪不了我。正好。公主来大业，我还未尽到地主之谊，带你逛一逛离京。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优惠。难道公主其实更想同别人一起领略大业风情，再找个比本王更年轻、更好看的男子？没有，优惠好呀，优惠妙啊！那会不会太劳烦你了？陪本王未来的王妃逛逛离京的时间还是有的。未来的王妃，这个称谓似乎也不赖。公主看本王已有一刻钟之久，在想什么？本公主在想，我未来的夫君身上是不是有个开关被打开了？公主想检查。怎么就把心里的话也说出来了？想检查也可以。怎么检查都可以。自然。过了。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从前那个内敛、克制、容易羞涩的严选怎么不见了？这套呢？还是这套？该换哪套呢？我怎么觉得咱们公主好像突然开屏起来了？公主，皇叔来了！皇叔，皇叔这一身好好看。总觉得皇叔好像温柔了几分。完了，纵然他是公主的旧情人，我也想爬墙了。不学。等等，今天好像用心打扮的不止一个人。所以你和皇叔……就前日，皇叔向我求婚了，然后我答应了。什么？我怎么有点没听明白公主的意思？不过2天的功夫，公主就从借酒消愁切换成了即将嫁为人妇的状态。公主，你要是受到胁迫，你就眨眨眼。首先，公主，在人前，公主需要与我维持恩爱夫妻的假象。我们就是阅尽千帆后，终于发现对方才是心头的那个唯一，于是决定破镜重圆，准备缔结两性之好。果然没有什么事是我们公主解决不了的，果然没有什么事是咱们公主干不出来的。怪不得2朝贸易之事又有了进展，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别胡说。皇叔。还是皇叔？烟玄。春天到了，好看的人都开屏啦。是什么味儿那么重？恋爱的酸臭味儿。所以接下来我们大概有的忙了。
背背狗粮，这趟婚礼大采购，回国以户部对接。啊，也不知道到时候婚礼是在哪边举行，还是都来一遍？回头我们是该叫皇叔呢，还是该叫驸马？虽然但是，这是离京繁华盛景，很想变化，但画不出来，好吧？据调查显示，这里的确是离京情人幽会最热衷去的地方啊。不太一样啊。下个地方一定行。下次一定行。就是那里，离京的年轻男女都喜欢将写有两方名字的许愿条悬挂在那棵三生树上，据说十分灵验。谁能知道传闻和实景差距如此之大？叶子呢？怎么只有光秃秃的树干？两情若是长久，岂可寄情于怪力乱神？两情若是长久不了，求遍漫天神佛也无用。来都来了，仪式感还是要有的。你不是应该日理万机吗？怎么有空日日陪我这个平平无奇的人幽会？本王日理万机，与本王来往交际的人不胜枚举。你不过是其中一个平平无奇的人罢了。公主是想让我承认，你在我心中并非平平无奇之人。你要是想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确实，公主在我心目中独一无二。虽然知道这些情话真假参半，但心里听着还是好受用啊。不过当时同你说的日理万机是假，想证明对你不在意是真。处我这样的位置，需要做的事其实越少越好，越是庸碌越让人放心。他这个样子好生落寞。离京纵是遍地繁华生，却应当也有寂静处。我想去那些与你有关的地方看看，也想听听你的过去。好，我自小长于宫中，后来又忙于政务，每日不过是在那几个地方奔波。从前心烦意乱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来此处，登高望远，看着车水马龙，看着喧嚣人间，似乎所有的烦心事都远去，所有的付出都值得。这才是我熟知的离京。我家中行寺，10岁开府，被封为朔王，而后兄长溘然辞世，临终托孤，我得以忝列摄政王，代叶帝执政。父兄在时，我尚且能够肆意妄为；父兄去后，我只能负重前行。旁人少年之时，鲜衣怒马，肆意张扬，游遍离京；而我年少掌权的那段时光，孤立无援，无人敢信，无人敢求，每一日都在与政敌周旋，总担心行差大错，落入万丈深渊。那时候，总担心自己做的事情不够多，也怕自己做的事情太多，超出了界限。直到朝堂稳固，陛下大婚亲政之后，我才得以卸下权柄，云游四海。我不在离京，陛下才能更好的施展拳脚。故而我性格沉闷且无趣，也惯喜欢独来独往。公主想知道我的过去，但我的过去实在是乏善可陈。怪不得他对离京好玩的地方不甚了解。世人虽叫他皇叔，辈分听着比旁人都高了一截，但他初掌权的时候，自己也不过是个半大少年吧。公主呢？我啊，其实更没什么好说的。
他的从前波澜壮阔，皆是种种性命攸关之事，而我每日显得太无所事事，不务正业了吧？离开云都时，我在茶肆里坐了一日，也听了一日你的种种壮进。比起从别人口中听到你的事情，我更想听你亲自说。我不知道当年还有这么一出。他在茶肆里坐着的那一日，定然听到了很多让他难受的话吧。我虽然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大概也猜得出，他们都是胡编乱造的。你不要信。不急，你可以从头开始说。与你惊心动魄的过往不同，我的生活始终平静。是家中幺儿，从前19载，吃喝玩乐，碌碌无为。我虽身在帝王家，但是身边却并没有多少尔虞我诈。父皇和母后，还有兄长们，都将我保护得很好。我每一日只要想着怎么吃喝玩乐就好。我家人对我的期盼，也不过是一生顺遂、健康快乐。或许是因为从前大周朝贵女常遇薄幸郎，故而贵女流行一妻多夫。从小父亲便和我说，我往后便应该有10几个驸马，绝不能被一个臭男人独占。族中姐姐们也常与我说，不要把所有的喜欢都倾注在同一人身上，更不要对一个人毫无保留的喜欢，否则便会伤心。我不想伤心，便将他们的话奉若金纸。从前我也没觉得三心二意有什么不妥，也并没有觉得将喜欢的男人带出来给大家观赏是一件过分的事儿。姐姐们经常这么做，在她们眼里这是大方且不藏私的行为。即便当我第一次尝试分享的行为的时候，并没有让我感到分享的快乐，只想捂住他们的眼睛，让你只为我一人所知。直到来了大夜朝，有过很多的见闻，才知道这些都不是一件恰当的事儿。原来只有我们小周朝的女子是那副模样。很抱歉，当年你好不容易才逃离了权力的漩涡，外出云游，却遇到了那样一个不懂事的我。原来如此，那些名声怎么来的？飞扬跋扈，刁蛮任性，拥美男3000，供贵女赏玩，是怎么传成这样？就朝堂里的那些老学究们，见得男子逍遥，却见不得女子快活。我时常张义直言，又因为我在小周的地位尊崇，总被他们说我纵容贵女为恶，乃是害群之马，不顺他们所言，超忍不住出手教训，就成了刁蛮任性、骄奢淫逸。我们聚众游玩，男女同席，又被说败坏民风，他们越是夸大其词、胡乱造谣，我们便越想和他们对着干，看他们气得吹胡子瞪眼的样子。再后来开了书院后，流言蜚语便更多了，只是因为贵女们好玩乐，坐不住，于是为了让他们更有动力念书，便专门招收貌美的夫子，让他们在学习念书之余也能欣赏美貌。只是明明是干干净净的书院，在他们嘴里却说成秽乱不堪，以至于许多人闻书院名而色变，让我们招收夫子变得费力无比，需要用尽心思手段才成。也没想到因为我的自负低估了言语的力量，
给你造成了2次伤害。都过去了，那时候气急之下确实信了几分，后来再见了你，也只传言不实。他怀疑我一切，不过是出于戏弄愤而离开之后，听到那些对我添油加醋的描述，自然会更觉得我存心戏弄。以他的高傲，记仇一辈子再也不回头都是应当的，不能就这么过去。所以既然有机会，一定要好好补偿他。终于找齐了。人说大业美食有3好：宝石坊的水晶包子，膳坊楼的酱香鸭脖，邀客来的香酥陈皮小排。每一家都很限时限量，不能预定，只能提早去排队。再多的钱财也不能让店家破裂。严玄，从前20载，为江山，为社稷，无私情。往后来日方长，能好好赏酒，能好好吃好吃的，为自己而活。我虽然干啥不行，但吃喝第一名。我们小周朝的云都也有很多好吃的，当年没来得及去，回头我亲自带着你一家一家逛过去。云都也有很多好看的景色，辽阔的草原，夕阳下波光粼粼的情人池，云彩时刻变幻的蚁崖。虽然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但是你在我心里也一直是狼烟独绝。从前我是无心之事，但我有心补偿。不管2年后如何，至少这2年内，我会努力去弥补从前给你带来的那些伤害。或许你可以敞开身心，对一个人倾注全部的喜欢试试，不能因噎废食。邱清真，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有人说你从前应对正题的作风是先引君入瓮，再文火慢煮，当真？当真。那你从前若是遭遇背叛或被人辜负，并不再回头，堪称睚眦必报，当真？也当真。所以你不会也在引君入瓮，想用文火慢煮我吧？先骗我喜欢上你，再叫我始乱终弃。公主猜呢？身为执政者，背负万千人的身家性命，需冷心冷情。若是轻信他人，再三给反叛者机会，便会粉身碎骨，累及他人性命，赌不起。但是温柔到扎入心间，不见血，不伤人性命，可再一试。公主，胆敢与我一试吗？试试也可以，若他当真要如此，也算是你来我往，前尘往事一笔勾销了。严玄，从今天开始，我会试试对你倾注全部的喜欢。公主说的仿佛真的一样。若我当真这么想呢？那我会控制不住，表达对你的喜欢。怎么表达？原来是这么表达喜欢的。大侄女儿，你要回国了吗？皇叔，大侄女儿，你们怎么？大人亲亲，小孩不要乱看。有人在看，又有何干系？很快所有人都会知道。大叶朝的朔王燕玄将迎娶周朝公主邱兴真，他们会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会被2朝人民祝福。他们可以在任何光明正大的场合表达对彼此的喜欢，比如说此时此刻。皇叔这是为老不尊，端了辈分，败了晚节。叫什么大侄女儿？你应该叫她皇婶。
皇叔居然被同一颗石子绊倒2次，所以那些辈分相关的话都是在扯犊子。皇叔，你竟然是这样一个皇叔！皇叔，你们可算是亲王了，我在这儿等了你老半天了。有胆子做，怎么没胆子让人说呢？未婚夫妻做点表达喜欢的事儿，怎么了？没有，就是觉得公主你这样也挺好。所以皇叔，你真的要娶公主吗？是。好是挺好的，就是没什么就是。明日我会进宫与陛下陈情。等下，皇叔，你不回寿王府了吗？自然不回。本王得入乡随俗，与公主同吃同住。这是嫁出去的男人泼出去的水吗？今夜我留下来，好吗？多此一问，明明之前还强势的通知我要与我同吃同住。这是仪式感。所以公主的答案呢？扫他一呆。互诉衷情，你侬我侬，同吃同住，同床共枕。等等，那个，我好像回水来了。无妨，公主，我们至少会有800多个日夜，不急于一时。不舒服？有那么一点点。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种时候来呢？好点了吗？好点了。从前同他睡一起，总是想缠着他，想同他身体贴近。如今发现，只是这样静静拥着，也挺好。公主在想什么？我在想，他怎么就醒了呢？公主不必心虚，我说过，公主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想和我躺板板可以，想偷偷牵我的手更可以。从前也常常同床共枕，更亲密的事情都做过了。但是我往常怎么没发现？只是玩个手而已，却让人这么紧张。明明现在的他情话信手拈来，但该红的耳朵也没少红。不过这样的他也好让人喜欢。燕璇，燕璇，那2年你都在做什么？或许是气氛太美好，让我失去了警惕心。我怎么就问出了这么煞风景的话？那2年，第1年，我试图把你遗忘；第2年，好像已经将你遗忘；第3年，前功尽弃。第1年，他在小周朝落荒而逃。他将王府中为他提前准备的住处上了锁，将婚事相关的信件烧毁，并一人将他们荒谬的定情信物木雕给扔了。他试图将他存在过的痕迹抹去，然而却总是在一个个不经意的瞬间。我记得这个扔了呀，难道是我出现幻觉了？暴露了对他。皇叔，可有中意的女子模样？粉红，泪痣，粉白头发，满口谎言，适量行凶。以上皆不要。皇叔，这只鹦鹉貌似疏羽，尤为难得，特此呈上，
望殿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本王确未见过此等淑意之娘，竟在本王生辰宴上公然挑衅本王。那要不把这鸟送下去炖了？这鸟胆大包天，不敬皇叔，该死！区区一只鸟，还要劳皇叔来践行，见有多得罪皇叔了呀！谄媚无耻，一只飞禽罢了，既是一片心意，本王就收下了。即便是飞禽，本王也不想在生辰之日见血光。皇叔，这只粉鹦鹉叫什么名？小璇。啊，这鸟不是粉的吗？对，叫小璇。另一只也叫小璇。他说服自己不去想他，更是严禁旁人去打听与他有关的消息。只是她是声名远扬的一国公主，即便他没有刻意去打听她的消息，有关她的风言风语总会在不经意间就传入了他的耳中。当他发现即便是这样让他恼怒的风言风语，他依然渴望听到他消息的时候，每一次他都更加厌憎自己。幸好他擅长克制，自厌的次数多了，渐渐的好像真的能将他遗忘。他可以平静地看着粉鸟欺负黑娘，无意间听到有人谈论到他的时候，也能神色自若地转身离开。他以为他做到了，没想到只是藏得更深了。公主呢？你当初离开的时候，我不舍万分，也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大概当时的我，只是因为像你说的那样，正是少年情热，兴致最浓的时候戛然而止，方才惦记。我很想找到你，但却渺无音讯。那一阵子，他总是在睡梦中惊醒，发现无人在身畔的时候，亦觉得有几分惆怅。他会突如其来的开始发呆，也会在想，如果突然有一天找到他的话，他又能说什么？但想到他同他说的那些话，他似乎也百口莫辩。再之后，想到对方再遇见他，必定是内心嫌恶，他更不应该想他。后来他病了一场，病重的他难受至极，他厌恶自己这样的状态。他不是自怨自艾，会沉湎于过往的性子。让他觉得不开心的事，他便会出于保护机制，开始强迫自己不去想。或许是当年还不够喜欢吧。后来我病了一场，病好了之后，想着或许是有缘无分，便看开了，找你的心也淡了下来。总归你还是会因我而伤心。那现在呢？现在有几分喜欢？比当年的一点点，会再多一点点，每天都会比昨天多一点点。那你呢？你对我还剩几分喜欢？比当年会少一点点，但胜于昨日，略窥明朝。也就是他每天也会比昨天都更喜欢我一点点吗？我也控制不住，想对你表达喜欢怎么办？我可以吗？你白日里分明也是这么表达的。可以，就是今晚我更想做个人。是哦，所以今天的他是不能作案的纸老虎，可以随便亲随便抱，不怕反扑。可是我稍微有点想亲你，想做一只肆意撒欢的猛兽，想同着你亲近，想表达对你每日都增加一点点的喜欢。今夜本王好心帮公主缓解腹痛，公主便是这么对本王的。
仙哥哥，你不喜欢吗？你不回应我，是不是因为我亲的不够好呀？公主说呢？本公主觉得可以再尝试尝试。邱星辰，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无论是当年你与我的怒火，还是如今你与我的火，来日我会狠狠地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皇叔到底是怎么做的？每一次都一本正经的说着骚话的。累了，睡吧。王叔，考虑清楚了吗？当真要和亲去小周，娶周朝公主？是，臣与陛下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臣还是高估了自己，既无法放手，便全力以赴。有人同我说，从前20载，臣为江山，为社稷，无私情。往后来日方长，能好好赏景，好好吃好吃的，为自己而活。臣无心权势，只想做个闲云野鹤之人。从前不过是迫于情势，临危受命，宦海沉浮，实非臣之所愿。往后余生，臣只想和那个人一起，好好赏景，走遍山海，吃遍美食。过去20余载，臣从未任性过，而今，臣想任性一次，信他一次，还请陛下成全。你应当知道，满朝文武将会对你有怎样的评价。满朝文武如何想，臣不在意，臣唯一在意的是陛下的想法。皇叔，你知道吗？朕从不怕你找朕要什么，最怕你什么都不要。如今你有求于朕，朕自当允之。小周朝物产丰饶，是可结交之邦。皇叔亦是朕信重之人，尽可放开手脚。皇叔入宫求见朕之前，张相跑来朕的面前上了个眼药。他说皇叔求娶公主不过是个幌子，实则觊觎小周朝的国力。他说以皇叔的能力，让他娶了小周朝公主，若是留在周朝，不亚于放虎归山，裂土封侯。张相从前是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皇叔，这个朕是知道的，自然不会信了他的挑拨。不过皇人之心也不可无，皇叔即将带大业出使小周朝，你随行出去散个心，带朕看看她是什么样的女子吧。自然，若有风吹草动，你知道当怎么做的。臣遵旨。欣然，张皇后那边，她自小被娇惯，性情是有些骄纵。是，臣知道。陛下和皇后夫妻一体，不管对皇后有无处置，是怎么样的处置，都不应该是臣能智慧的。你大可不必和朕如此生疏。张家那边若老实安分也就罢了，若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朕自然也不会心慈手软。陛下不需要同臣说这些的。陛下，君臣有别，卑职只是您的侍卫。皇叔权倾天下，哪有可能不恋战？等您大婚，你看他到底还能不能放权？什么大公无私、敬业奉献，那都是诓人的。哪有人会这般舍己为人？哪有人不会为唾手可得的皇权而心动？那些年，纵然他知道皇叔真的无心恋战，只为了完成他的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但他不是没有害怕过，不是没有猜忌过。陛下，陛下啊！陛下，不管怎么样，我有道，只要我活着，就定能护陛下周全。欣雅，你会一直在朕的身边吗？会的，一直。欣雅，
陛下，静雅，你会一直效忠于朕吗？自然。那你会一直对朕不离不弃吗？臣是您的臣子，陛下愿意让臣待在您身边多久，臣便会待多久。臣即将随行出使小周朝，这段时间，望陛下珍重，与皇后琴瑟和鸣。轩哥哥，夜深了，当安歇了。嘘，还在忙，你乖些。不吃这一套，我再来。当了这么多日纸老虎，不想吗？公主，我正在写通婚书，来日需成交二地，供两朝臣民检阅，马虎不得。好像是打搅了他做正事，那我自行安歇。说晚了，公主得陪我一起写。怎么陪？公主稍后便知。怎么觉得不是一般的陪？公主来时，我正写道：吾年已成立，未有婚勾，令书四德兼备，祥中华昼，日月光华，照临下土，缺序祭酒，倾注量身。恰逢此时，令书自投罗网，吾愿结高原，累世通好，敢以离请。托若不宜，助听加命。公主觉得可有什么需要增补的吗？你写的极好，无需增补。今日点到即止便好。但公主于小周地而言是如珠似玉的存在，你父皇怕是无法轻易答应，尚需更多溢美之词。本王得更深入了解一下公主。倒也不用这样深入。夜深了，当歇了。今日应当差不多了吧？公主，墨晕开了。公主，为写通婚书，在下苦思良久，惜墨入镜，生怕慢怠。公主却将我半晚上的努力毁去。公主，应当如何赔偿我？你恶人先告状！还不是你做的过分，若不是你教我，还让不让人说话了？我生气了。公主，恶人先告状这一招，本王还是同您学的。公主前几日对本王做的事，也比今日过分许多。就许公主放火，不许我点灯。那也不能太放肆。公主，酒逢甘露，还望体谅下我的情难自抑。那最后一次，只能再一次。好。骗子，大骗子！说话不算话，食言而肥。公主，这是在一报还一报。大骗子和小骗子，不正是天生一对？公主，可体会到了本王的睚眦必报？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下次还敢吗？我下次不敢了。绵玄哥哥，够了，已经要久雨成灾了。前几日公主日夜捉弄本王，本王胸口郁气难舒。今日想着如何向小周的臣民与你的父母祈求，让他们把你许给我的时候，公主又来打搅。陪一晚上给本王，不过分吧？当然过。又来。邱星辰，你总是不懂。不懂什么？每次这事，
叫我玄哥哥，有几次能求饶成功？苟延玄，苟延玄。公主反悔了，白纸黑字，契约已成，后悔也来不及了。就这样，我还能有反悔的机会吗？这样的报复，真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邱星辰，你会让我觉得值得的，对吗？真是饿狼转世。但是后面，还算有点良心。不过以后使臣念诵通会书的时候，怎么只是上面的字呀？我们与大业互不需要贸易的种类和大致价格已基本确定，余下的需回国再进行商榷。另外，这一次同行回小州，除了皇叔之外，大业派了永宁侯同行，同时也指派了陛下身边的女侍卫来护卫您回国。怎么感觉书房的情况像是有人打了一架似的？继续说吧。从前和邻国做交易的时候，对方总想着占小便宜，想着仗势欺人，拼命的压我们的价格。不管别的如何，在两朝通商一事上，他绝对给了我们很多的照顾。大业朝在合作态度上诚意满满。喜欢大业吗？喜欢呀。这2日我去方氏给父母亲友采买手信，大业朝精巧好玩的物事真是琳琅满目，让人爱不释手。母后幽居深宫，喜欢奇闻异事，我买了许多地方风物志，还买了鲁班锁、九连环给她，还有许多画师所绘的丽境盛景，给她解闷。父王喜欢名家字画，我寻了许多古籍和大业名家真迹给他。我还买了很多时兴的衣服和首饰，回头作为隐鸾书院给学子们的奖赏。地方特产我也买了许多，二哥喜欢美食，估计要开心许久。不过能促成两朝贸易，对父皇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桩值得庆贺的事儿。就是什么？大业虽好，却并非无相。若2年后我们仍在一起，我能说服他长留小州吗？就是仍然想做大业的过客吗？原来那天的断肢声是他在背后听。燕璇，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不想和你厮守，我只是小州到底是我的故土。我知道，明天还要启程，今日便早点安歇了吧。也是，纵然他在大业有许多压抑的回忆，但大业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我不愿背井离乡，又如何能自私地要求他远离故土？公主，这天有人在过节。天气好热。听说节日的这一天，在头上簪花，便能向花神祈求一段美满的姻缘。喂，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你不是个丫头片子吗？怎么打扮起来如此好看？我莫奇羽有名有姓，莫奇家也是小周朝的世家大族。只是跟着公主出使大业，自然要收敛，以女官的身份待在公主身边，端庄正正些。如今都要回国了，我当然喜欢怎么来就怎么来。你头上簪这么多朵花做什么？要那么多段姻缘吗？多带几朵，说不定更容易得到花神眷顾呢。当然是想招桃花，口粮吃多了也会羡慕的，好吧？那也不用这么多朵吧。你到底是想要多少朵桃花呀？要你管，
多几段当然更好啦。公主在做什么？驻扎的城镇今天在过节。我知道，想去看看。嗯。出去的时候，记得将护卫带全。我们可以在驿站休整2日再启程。你不同我一起去吗？可我想和你一起去，想和你在人群中旁若无人的牵手，即便是无关紧要的节日，我也想同你一起过。我还有事要处理。总觉得那日过后，他对我冷淡客气了不少。从前的他恨不得日夜与我腻歪在一处，如今却好像透着几分生疏。说好了同吃同住，结果却连同乘一辆马车都做不到。他还是有了心结吗？侯爷，张相那边定然要出手，他不会放过这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你这边可有什么安排？对陛下而言，没有安排，便是最好的安排。你也太过谨慎。若非一贯如此，此刻在陛下心中最不放心的人，或许便是我了。如今陛下相信我，我亦相信陛下。于我而言，既给他许了承诺，护他周全，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旁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若此次张家的行动能让陛下彻底将他们割舍，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您心有成算便好。这花儿年少暮爱，人之常情。回头我也要夫人悄悄为我带一朵。青雅大人，就差你没有带上花花啦。我也买，我也要一朵。你不算，你自己摘去。卑职是护卫，不能玩忽职守，更何况尊卑有别。哎呀，不要这么严肃的嘛。就是，这样多可爱呀！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小周朝没有那么多破规矩，我们不拘尊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我们更喜欢一起上桌吃饭，自然也要一起玩闹。清雅，这里只有你我2人，朕不想总是一个人吃，也不想你总是看着我吃。清雅，你有喜欢的人吗？大夜朝一般对喜欢的人会怎么做？要怎么哄他呢？小周朝的喜欢是耳鬓厮磨，是一起胡天胡地。或许这些于夜人而言会有些轻浮放荡。从前的那些哄人套路皆非真心，他估计也不会喜欢的人吗？清雅，朕想亲政。清雅，朕需要一个有家室、有地位的皇后。清雅，护着她，就像是当年护着我的母后。当年，朕没办法阻止母后在宫中日渐枯萎。如今，朕大权在握，绝不会重蹈覆辙。清雅，若是母后像梦瑶那样，能够骄纵任性一点，是不是便不会被宫中繁文缛节名声所累？是不是就不会郁结于心，以致早亡？朕不想磨平他的棱角，你容容他。清雅，父王为情所困，以致早伤，才让大业朝一度风雨飘摇。我绝不会为情所困。清雅，你不是外人，你是朕在这世间所剩的最重要的人了。清雅，每个人对待喜欢的人都有不同的方式，有的人选择保持距离，远远看着，默默守护，对方需要的时候出现，若对方不需要了，便悄然离开。有的人则是选择朝夕相处的陪伴，但不管怎么说，喜欢是不求回报的，只要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做什么事都是好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公主，叶星优说
皇叔此去小周朝，卖了一半的身家，以示诚意。啊，即便只是契约婚礼，他依然准备了丰厚的聘礼。或许，这本身不是一场交易，而是他蓄谋已久的破镜重圆。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他已经为我做了够多，接下来应该由我来做。叶璇，我想送你个东西。我寻思着从来没有认真雕刻，现在认真一次。不喜欢吗？就许久未雕刻了，有点生疏，技艺比较一般。雕了多久啊？也没多久，就这几日闲着的时候，就抓起刻刀刻几笔。他看起来好像不太相信的样子，难道被看穿了？是熬了几夜，想瞒着你，给你一个小惊喜，就只能在人后偷偷雕。我想把从前欠你的，以我的方式一点点还给你，将过往的欺骗、不堪的回忆一点点抹掉。燕璇，我不愿意对你说敷衍的话。我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但至少现在，我想给我们创造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不想留有遗憾。我没有当过别人的妻子，更不知道怎么做好你的王妃。但是我会竭尽全力，如果有哪里做的不对，你及时告诉我，好不好？你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是我想走了。纵然他对我的喜欢尚且无法越过对故土的眷恋，但一步一步慢慢来，总有瓜熟蒂落的一日。但你最近都不想和我亲近了。我想娶你，总要家中的长辈出面，以示诚意。两国之间商量婚嫁之事，总要礼官随行。永宁侯是皇室最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纵然他老人家不拘一格，但总不好在他面前行事放浪，以免吓到了他。随行的礼官，即便有心筛选，但仍有内心迂腐不化之人。我不想旁人对你有一丝一毫恶意的揣测和诋毁。你我将来是要回到大业的，我想让你被人敬重，不想让你被传出闲话。纵然你可能不在意这些，但能少一件麻烦是一件。也是，叶人与周人思想迥异，对女子尤其苛刻，他有此顾虑也是正常的。那我把辛辛苦苦做了那么久的木雕赠予你，你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兴，你都不喜欢。我喜欢它，但我不想看到你因此受伤。疼吗？处理了吗？处理了，处理了。还不够，我帮你处理，细细的处理。公主是想要这样的亲近吗？你明知故问，叶璇，你当真没有生气吗？是难免有一点情绪不佳，需要一点时间沉淀，但算不上生气。公主，你有没有想过，山不救我，或许我可救山。你的意思是，你以后也是能陪我留在小周朝的吗？那自然还得是看公主表现。叶璇，我当年真的是错失了稀世珍宝，如今失而复得，不管在哪方面，我的表现一定都会很好。不管哪方面，公主，在我怀里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很容易失控。偶尔失控一次也没什么问题。叶璇，对你我也一样，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想亲我可以，想亲近我可以，失控当然也可以。叶璇，我想看你和我在人前牵手的时候偷偷红着的耳朵，也想看你在耳鬓厮磨的时候为我失控。公主，本来就只是想亲近你，现在的我想认真询问一下公主，
需要到哪一步的情景？都可以。有宁侯在外看着，我们速战速决。嘘，附近又有人在走动。公主撩拨在先，为了你我的名誉，可要多担待些。那你也不能这样，明知道有人走动，还越来越过火。皇叔什么时候学坏了？这样是怎样？明知故问。公主方才还说都可以。我不管，我就要食言而肥。谁知道你还能这样？完了。燕璇，你真是有100个心眼儿！明明他是始作俑者，恶人先告状这一出就没玩得炉火纯青。承让。你别骗我啊！你当时当真只想和我做交易？公主若觉得那是交易，那便是交易；若公主觉得那不是交易，那便不是。从我向公主求婚那一日开始，选择权便交于公主的手里。你又说情话？不是情话，是我心中所想。那行吧，就这样。不然如何？不是速战速决吗？难道不是？原来公主觉得这还不够。不过公主，纵然你我将有名分，但在此处胡天胡地，到底是过分了些。若公主实在是想和我再亲近些，许是要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今夜我给你留门。燕璇，那若我觉得这是一桩交易，2年后你当真会放手吗？公主不想敷衍我，我也不想欺瞒公主。若你仍觉得是一桩交易，不管是2年还是10年，我都不会放手。从公主答应开始，我就没有给公主留有余地。若公主知道了我幽暗的心思，当时还会答应吗？若是当时，必然不敢答应；若是现在，甘之如饴。什么？大叶朝的皇叔要拐走朕的公主？皇叔2字一听就很老，朕不允许，而且辈分上不合适。硕皇叔其实年少有为，至今也不过20出头。听说公主那边也是愿意的。那不管，再怎么说也是叔叔辈，是老牛吃嫩草。回头朕那如花似玉的闺女，走到哪儿岂不是被人叫婶婶？回头朕还得被人叫爷爷。定要他过5关斩6将，让他知难而退。凭什么？凭什么我们得不到的公主要留万人帖呢？不行，必须得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就是，我们几个人难道抢不过1个人吗？小周朝相国之子，宣一侯世子，林望星，恭迎公主回国。怎么感觉他们之间充满着敌意？他本什么也不缺，荣华富贵唾手可得，青年俊杰招手即来。你能给他什么？动荡不安、如履薄冰的未来，还是背井离乡、循规蹈矩的孤独？你想说什么？你若喜欢他，便不应该想着束缚他；你若不喜欢他，那更应该离他远远的，不应该来沾惹他。从前我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未见你有过任何阻力。自然，他是小周朝的金枝玉叶，谁都不该成为他心里最特殊的那个人。他不属于任何人，自然也不必属于我。但如今他改了主意，我亦改了主意，想与人一争。他是丞相之子，自然不愿意放弃锦绣宏图，与人拈酸吃醋。可若有人妄想成为他的唯一，他也不介意与他一争。争？公主她喜欢我，
我又何必与旁人争？喜欢又有何用？他心思不定，此刻喜欢你，下一刻便会喜欢上别人了。我们陛下对外开放驸马之位，数量不限，有志者皆可竞争。而我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公主出使大叶朝之前，我与她几乎是形影不离，我几乎能窥测到她的任何心意，只要她一个眼神，我便知道她想做什么。她从小到大喜欢什么，我都会为她寻来，无论是物件还是男人。若你想和我说的是这些，那便没什么好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我和她的关系都是特殊的。在他心里，我也是特殊。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便是任公主出使大叶朝，否则定不会让你们破镜重圆。竟然被无视了！公主呢？公主尚在梳妆。那我候着。竟然就直接进去了。公主今日画的眉有点淡。真的吗？让我重新替你画画。啊？悔有什么用？悔之晚矣。好了吗？天玄，今日有人到我面前来，与我说公主与他青梅竹马，有一段两小无猜，谁也无法打搅的时光。他说，在公主心目中，她的地位谁都无法取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但我对天发誓，我对他绝对没有起过半点心思。从今往后，你就是我裘星辰的兄弟啦！我举双手保证，我与他清清白白。小时候能懂什么呀？兄弟，别害我！只是想到回了小周朝，必定要面对很多你的倾慕者，或许还要招架你的父皇强塞来的180个驸马，便不由自主分心。他现在怎么会示弱这样的套路了？公主，可仍会因为我描不好眉怪罪于我？我怀疑他在转移话题，但我没有证据。那你帮我擦了，我自己来就行。严玄，我不知回小周朝后会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我父皇不知你的好，可能他真的会想着强塞180个驸马给我，也可能不止一个人到你面前和你杜撰我与他的往事。但无论如何，我能保证，既然答应了你，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燕玄，你不会心生退意了吧？怎会？只是好像低估了迎娶你的难度。我欲摘星揽月，本以为只需要登百尺危楼，步琼楼玉宇，现在看来还要斩魑魅魍魉，十分乱万象，才可手摘星辰。只是星辰可知，我是俗人，亦难以免俗。我会嫉妒他见过你儿时的模样，嫉妒你与他交付过信任，嫉妒你和他或许将来偶尔会流露出来的默契。那我不和他们再来往。不必，星辰在天穹悬挂，自当一如既往耀目，无需因此有任何改变和负担，只需要原谅摘星之人一些不合时宜的嫉妒。今日我的口纸也没磨好，你也帮我擦一擦吧，这样擦好不好？公主有令，本王理当竭尽全力，擦个一干二净。严玄，你不用分心，也不用担心，更不需要嫉妒。星辰已在你眼前，袖手可摘矣。星辰却已入我怀，吾当
真挚、重质、上质、细致，还有一点口纸未擦干净，还请容许本王返宫。如今公主和寿王婚约未定，仅是求娶罢了，我朝也未答应。二位殿下还是守礼一点为好。以前也没见你守过规矩，别闹别闹。公主可以不守规矩，但寿王殿下既有求娶公主的心思，大业朝的规矩还是得守。寿王殿下，臣与公主有些周朝之事相商，还望殿下避让一二。林忘心，哼！哎，你们慢慢聊，我先去和永宁侯商量接下来的安排。你不会喜欢我吧？之前也没有征兆啊，不至于吧？虽然我们确实一起长大，但此青梅竹马，不是彼青梅竹马吧？他们林家之前也完全没有流露出任何上公主的意思。林相还生怕我耽误他儿子的前程，林夫人也曾托母后帮忙物色儿媳人选啊。公主何出此言？你同他说的那些话，我都知晓了。哼，枉他还是大业寿皇叔，竟做出如此宵小行径。也没有这么夸张啦。你一来就发，那也不是很光明正大，彼此嘛。啊，公主这就维护他了？那你对他屡屡发难，不会真的是那个意思吧？陛下下旨招驸马，世家子弟中有才学者，需应征。啊，原来是这样，所以是父皇让你扮作我的追求者，作为考验他的拦路虎吗？果然如此，陛下之令，今无法违背。公主不希望我竞争驸马之位吗？啊，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变质。新来此，固然是奉陛下之命而来，但心里亦觉得他不是良配。他是大业朝位高权重的摄政王，心气定然高于常人。当年之事，他定难以介怀。眼前待你之好，恐怕只是海市蜃楼，不过是为了请君入瓮，搓磨你，用以泄愤。若是他存心算计你，公主怕是察觉不出来。若是如此，那也是我亏欠他的。公主，我永远不希望你这么卑微，你不需要对任何人心怀愧疚。有一句话，虽然说的不够贴切，但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纵然我是天皇贵胄，但是做的不对的事情便是不对，不能因为我是公主，我是你们口中的金枝玉叶，被你们娇惯坏了，便觉得这是对的。我辜负了他的真心，既然有补偿重拾的机会，纵前路有千万人阻拦，无一往矣。你也说了，当年之事他定然介怀。大业的兵力远胜于小周朝，但至少截止当下，他并未用强权让我屈服，也未曾做过一丝违背我意愿的事。兜兜转转，他却仍然愿意选择我，遵从嫁娶的规程，陪着我回小州，亲自向父皇求娶，足以证明他的诚心。若我因为往昔之事不敢朝前看，也不敢再与他信任，那便是因噎废食了。若是因为他陷于皇权的纷乱中呢？若是他想利用你公主的身份掀起动乱呢？我不知道。他在权势最鼎盛的时候，甘愿卸下权柄，完成政权的平稳转让，那他定然没有恋战之意。但若真的有朝一日陷入如此境地，我亦相信并非他所愿，亦能相信他能够处理好。至于我的身份，小周朝偏安一隅，不至于让强国王爷以身试饵，我也不值得他这样大动干戈。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是真心求娶，但是往后的岁月漫漫，若公主变心了呢？若公主一而再再而三地弃他于不顾，
他对你因爱生恨，到时候公主又当如何脱身？公主要守着一个不喜欢的人，为他委曲求全过一辈子吗？林望仙，若是2个月前，我或许会惶恐，担心有朝一日面临这样的情况，我无法脱身，最后与他成为怨侣，彼此连累一生。但是现在听到他这辈子都不会放手这类的话，我只会心生欢喜，觉得这或许才是我想要的。我知道你说这些都是为了我好，但是你觉得是色令之婚也罢，觉得我单纯愚蠢亦相信人也罢，人生在世又岂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我想给自己一点信任，也想给他信任。公主变了，人总是会成长的。公主当真那般喜欢他？是。公主当真认定了他，想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是。或许以前我误以为的喜欢，不过是稍纵即逝的赏识。无论如何，这些年我也确确实实只这么喜欢过他。好，我会助你一臂之力。你这就妥协了？听从前说过，公主想要什么，心都会为你寻来。公主有任何需要，心供你驱使。不过，如今当着两朝来使之面，公主还是需要发乎于情，止乎于礼。莫让大叶朝的人生起轻慢之心，以为你非他不可。来之前，陛下交代过，牵手不行，描眉不行，亲密的事不行。不要让大叶的猪把我们小周朝的翡翠白菜给拱了。不能偷饶。不能。描眉不行是他自己加的吧？那如果是他表现的非我不可呢？克制，方显尊重，还希望公主不要让臣被陛下定一个玩忽职守之罪。给我来这招！偷偷的，不要太过明目张胆，我还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耶！望仙，父亲，在接手家族事务之前，你可以常伴公主身边，随行护卫，但为父不希望你伤公主。若是公主喜欢你，你可以得到公主十分的喜爱；又或者公主定了性子，只打算要一个驸马，为父自然不会阻拦，甚至乐见其成。迎接你的也会是青云之路。但是在公主心中，你不过是芸芸众生之一。你身为林家独子，不必自将身份与旁人相争了。当朝驸马是没有仕途的。是。好孩儿，你最明事理，将你的感情藏起来。终究是无缘无分。事端已过泗水了。是。那不日便将抵达云都了。阿妹归来在即，我们定要严阵以待，给她一个下马威，让她知道我们小周朝国势虽然不如大叶强盛，但也不是好惹的。不过大叶朝的朔皇说，执掌朝政多年，谈笑间政敌飞灰烟灭，岂不是很可怕？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做什么？若你们如今都觉得可怕，那有朝一日阿妹与他有嫌隙，到时候我们娘家人怎么给阿妹撑腰？说得对，现在的他可不是大叶朝的朔皇说，只是一个试图拐走阿妹之人。他得有文韬武略，他得配得上阿妹，他得对阿妹忠贞不阿，经得住我们每个人的考验。吵吵嚷嚷，分毫没有小周皇子的稳重气质。朔皇说，好歹也是我朝贵客，你们如此成何体统？糟糕，皇兄听到了我们的密谋。所以你们计划到哪步了？怕你们鲁莽行事，冲撞了贵客。孤是你们的兄长，此事应当由孤来引导你们完成。周朝守成25年，小周朝公主裘星辰携两朝通茂国书、大叶使臣团出使归来。公主，慢点！
如此风急火燎的进攻，给他说好话来了，那么想远嫁高飞。本来按照时辰，明日使臣团才能抵达云京，竟提前到镇这儿，给朕做工作来了。当然不是，就是很想您，想提前见到您。哼，父皇，撒娇也没用。他怎么没和你一起来见我？躲在女人背后，成何体统？这不是因为，一方面我想让您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他也想收拾齐整，然后在一个更庄重的场合与您初次会面嘛。要不然，您肯定觉得他太猴急，必然不安好心。胡说！要真的想让朕有心理准备，也不会你一来信便通知朕你想成婚之事。这不是事从权急，您闺女势力在先，先哄骗了她嘛，然后她让我负责。果然是巫女会干出来的事。当真不是她哄骗在先？不是她先占你便宜？当真不是。就那么喜欢她？就像父皇喜欢母后那般喜欢，或许还要更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一点点？父皇看起来好不服气啊！就你们这小孩子家的喜欢，还想和你父皇母后的比？是，你们天下第一，我们天下第二。不要18个驸马了？不要，一个就够了。舍得父皇母后愿意背井离乡，远嫁他乡？他说他可以陪我留在小周朝。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花言巧语没用，能做到的才是真的。好不好嘛？求求您了，拜托。少来这一套，为父得先看看他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又有什么本事让你如此死心塌地。若不能让朕十分满意，休想从朕这边得到任何许可。父皇一定会十分满意的。不要以为成了两朝剑茂的大功臣，朕就不能奈何你。这阵子你给朕住在宫里，休要往外跑。好的，父皇。在路上，林王信日日对我严防死守也就罢了，没想到回云都才是真正的考验开始。确认，阿妹已进皇宫，短时间内不会折返。确认，朔王正在馆内。OK， 趁着阿妹不在，兄弟们都给我抄家伙上！上！怎么又被皇兄逮了个正着？皇兄看起来要直接进去。先礼后兵，在下周朝太子裘昭泽，敢请殿下赐教。请。且慢！大业朝有贵客远道而来，某要尽到地主之谊。姑娘还请这边请。殿下，公主那边给您带了句口信，她说吾在宫中，静待君来。朔王殿下本是贵客，只不过你想求娶阿妹，对我们而言就是妹婿。他怎么笑了？对赢我这件事如此称呼在胸吗？若是妹婿的话，需要接受他的兄长们的考验。朔王殿下可会因此不满，觉得吾等招待不周？自不会，诸位待行臣之心真诚可贵，吾不仅不会介意，甚至非常感激。话说得好听也没用。黑子领先白子实木。殿下，胜负已分，今日还请容许本王稍作休整，明日也好先行拜见尊长，改日再奉陪诸位到底。周朝守成25年，大业朝朔王燕玄亲至云都，向周帝递交通婚国书。
我朝有朔王晏玄，年已成立，未有婚媾。公主四德兼备，祥中华胄，日月光华，照临下土。确续祭酒，亲属良深。吾朝愿结高原，敦睦邦交，类事通好。敢以礼请，托若不疑，助听加命。可恶，他竟然让人照着念了，连死也不改。看着确实不算太老，也仪表堂堂。当年那些壮绩，即便朕在小周朝也有耳闻。在大业朝力挽狂澜，助业帝稳定政权后，甘愿放权，平稳完成政权过渡，可见人品也不错。阿妹这次眼光上口，倒也不是绣花枕头，连老大昨日入宫都夸他。哎呀，不行，不能叛变，岂可只看一人之皮相就被收买？这孩子的脸怎么回事？倒也不至于因为被求婚就红成这样吧。有猫腻。寿王殿下年少有为，又生得仪表堂堂，此事情又是为了两国万载之邦交，朕本应该乐见其成。只是两朝和亲不是小事，星辰是朕的掌上明珠，朕有妻子，却独得一女，万万舍不得她远嫁。从前朕也放言，要给星辰定18个驸马。若贸然同意此事，怕失信于人。朕思来想去，决定从即日起，开放驸马之位，有志者皆能进选。若公主能不改初心，寿王殿下又能向朕证明，殿下有过人之处，便有以一当十的本事，朕方能勉为其难，割爱于你。寿王殿下文韬武略，朕相信能够脱颖而出吧。我欲摘星揽月，割人所爱，便有此觉悟。大业国力虽强，乃小周朝不能比拟，但朕为儿女之心，却可平山海。寿王殿下能如此体谅，那便再好不过。父皇，怎么还护着他？胳膊肘就拐成这样？他若是假意，自然会知难而退。我们小周朝的公主，何必低声下气，送到他们大业去任他们搓磨？若他是真心，受这么一番刁难，又有何不可？你是不相信自己，还是不相信他？道理是这样，但我觉得你们肯定要强人所难。陛下，寿王殿下有事求见，想与您单独聊聊。父皇，我单独？他们已经聊了半个时辰了，怎么还不出来？到底聊了什么？我知道陛下在担心什么，我也非常能理解您的担忧。我无法向陛下承诺更多，但我能向陛下保证的是，我燕玄在有生之年不纳二色，不二心，敬他，爱他，此生不渝。若两朝有争端，我定尽力斡旋，保小周安定。我并无弄权之心，若我朝君主仍因我曾身居高位，对我心怀猜忌，我会尽力保证大业朝的事在大业朝解决，绝不会给小周招致麻烦。若他想让我留在小周，待我将大业的事情处理完毕后，便可陪着他长留小周。若陛下觉得我口说无凭，我也可立字为据。但同陛下说这些，并非是想规避您对我的考验，只是觉得应当说出来，好让陛下安心。陛下和皇后恩爱两不疑，应当也能体会我对星辰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情有独钟。父皇，急什么？若连那几个毛头小子都搞不定，怎么确定他的承诺能实现？这段时间你还是乖乖的待在宫里，
多陪陪你母后。你们到底说了什么？父皇的态度好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秘密。等我，也信我。如何了？原来父皇知道我们在皇城脚下给他使绊子的事。我们觉得，除却他的身份之外，尚算良配。这段时日我观察过了，他对女色也不迷恋。我特地安排了几个美人从他的身前走过去，他也目不转睛。他弓马娴熟，在骑射上也不堕我们草原儿郎的威猛，体力看起来好得很。我和五六两地轮番上，也不是他的对手。琴棋书画考教了前3样，不说样样精通，但至少皆有涉猎。反正阿妹也不是太精通。就5天的时间，你们就能将从小护到大的妹妹相让了？父皇放心，我们接下来会再接再厉，专攻他的短处，也会尽量让他露出马脚，杜绝他表里不一的可能性。是吧？真是岂有此理！说好的设擂台接受有志者的挑战，结果却在那儿猛钻空子，净找一些看起来弱不禁风、一拳便能打倒的上台，生怕赢了似的。那几个臭小子也真是的，平白活了那么大的岁数，几个人连一个人都搞不定。挑驸马嘛，又不是比武招亲。若真的来了个外挂猎枣，在武艺上胜过了兽王，莫非你还真的要招他为婿？那才是糟蹋了我们闺女。我前2日抽空去看了一眼，人也确实仪表堂堂，同人比张弓射箭的时候，那臂力和腰力，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我们城堡为何就那么栽了进去。心动了？一个个的就喜欢看人皮囊。连女婿的醋也能吃上，你这样倒是让我想起了我父兄。当年的云家虽是商贾之家，但也称得上富可敌国。你来求娶之时，我父兄并不想让我成为皇子妃，便卯足了劲刁难。后面想了一下，你不过是一介贤王，与地位无缘，又见你真心，便答应下来。谁成想，后来的皇位之争，争到最后，仅留了3位皇子。晋王号南风，整日纵情声色，纳了一个又一个男宠。闵王早期堕马，伤了根基，无法孕育子嗣。最后群臣无奈之下，挑了看起来没有什么大毛病的5皇子，也就是如今的周帝继任皇位。哪曾想竟是个痴情种。那2年你初登帝位，劝你开3宫6院的折子几乎堆满了案几。我又因为生了老2伤了身体，此生还能不能受孕也不知道。老2的身体又体弱多病，都不知道能不能养大成人。那时候的你为了替我顶住压力，甚至甘心混淆皇室血脉，收留了烈士之后充为亲子，平息了群臣的争议。后来我又怀了老6老7这对双子，又有了城堡，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那些折子才少了。谁能想到如今的周帝拥有7子1女，却有3、4、5、3位皇子并非亲生的呢？帝王之爱大概便是如此了吧。从前你能数10年如一日，专宠于我，我能相信兽王也能为了护星辰周全，想方设法竭尽全力的。你呀，分明心里已经同意了大半，面子上过不去罢了。其实也不是不行，只是他到底位高权重，又在那个位置待过，定然少不了君王的猜忌。若有朝一日他有灭顶之灾，又或者对女儿变心，又或者
咱们女儿变心了怎么办？我们若想护住她，怕是鞭长莫及。纵她有承诺，可不怕1万，只怕万一啊。儿女长大了，我们终究不能总想着凡事都将他们护在羽翼之下。既然他做了选择，那我们就相信他能承担所有的风险。更何况，若女儿受了委屈，我们尚且可以举国之力相帮，这已是极大的幸运了。都多大了，还这么毛毛躁躁？你放心，你的准驸马如今在擂台上并无败绩，前2日林世子也上了擂台，最后铩羽而归，心服口服，你的兄长暗地里使绊子，他都应对得当。但是要求他弓马娴熟，博闻强识就差不多了吧？为什么他们后面连丹青、插花、园艺、厨艺、算术都要去考校啊？万一真的有那么1、2项技不如人怎么办？父王不会因此就真的不同意了吧？这倒是有点像你父皇会做出来的事。母后，你别担心，他毕竟也是小周朝的贵客，你父皇和兄长们会有分寸的，在礼节上定能周全。母后，我想去看他，我就是担心人家诚意求娶，要是我有愧在先，若是我们仗着他对我的喜欢，便觉得高人一等，能随意刁难他，岂不是让人觉得冒犯又寒心吗？母后怎么突然这么看我？难不成我的心思被他偷偷看出来了？只是没想到我们城堡长大了，懂得很多道理了。去吧，记得偷偷去，免得你父兄觉得被背刺，更卯足劲去刁难他。好嘞。这大叶朝来的皇叔怎么什么都会啊？而且三哥还放水，说考校他算术，结果就让他拨了2下算盘就算过关了。难不成我们之间有叛徒？是不是考题提前泄露了？哦，对了，三哥呢？青崖姑娘武艺高强，又姿色过人，尽可肆意游荡山河，又何必将自己困于一隅？我不明白三殿下的意思。早闻大叶宫中规矩森严，张皇后又仗着是叶地母家的人，行事颇为骄纵，又善妒闻名。身为大叶陛下身边年轻貌美的女侍卫，你应当很艰难吧？三殿下居于小州，对大叶宫中秘闻也能有所了解，是否有些越线了呢？青崖姑娘可能不知道，3年前我云游天下之际，曾在离京与姑娘有一面之缘。那时候目睹了姑娘的英姿，便见之不忘。后来知道姑娘是叶帝身边的护卫，便不由自主地想知道姑娘身上更多的事。再之后，我便在想，青崖姑娘应当拥有更广阔的人生，不应该束缚于一道宫墙之内。三殿下交浅言深了。前几日三殿下带我野游小州，在下感激不尽。只是叨扰已久，不便再麻烦了。青阳姑娘，秋末从不觉得麻烦，你也无需有负担。小周朝并无世俗成见，女子不必困在后宅宫闱之中。男子能做的事，女子也能做；即便是男子不能做的事，女子亦能做。秋末不求够你，只求姑娘在小周之际，秋末能多尽尽地主之谊，让姑娘离开小周之时，想法能有所改变。乔某人不才，但觉得青阳姑娘应当为自己而活。三殿下又如何知道我不是为自己而活呢？前有旧主有恩于我，我结草衔环以报。
后有他年幼时，我许他以承诺，践诺之举，何尝不是为自己而活？但责任已尽，恩情已偿还。如今叶地江山平稳，身边护卫者众，作为他身边的侍卫，姑娘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一个。恩情耗尽之时，怕是容易变成相看两厌的故人。姑娘应当寻找自己的未来之路了。多谢三殿下手下留情，放燕某一马。你我将成为连襟，如此是应当的。不仅在求婚之事上能通融，别的事上也能合作，魏续觉得呢？愿闻其详。殿下，奴奉公主之命，来为殿下接风洗尘。是他，当真只是接风洗尘？姑娘的穿着打扮，看着可半分也不规矩。动作如此熟练，竟然没带半分迟疑，自然是想替公主试探一番，说王殿下独守空闺之时，是否能坐怀不乱。本王又怎知姑娘是奉公主之命而来，还是自作主张，找个借口趁虚而入？自然是奉公主之命而来。那试探的结果如何？试探之下，真是让人大失所望。没想到殿下竟不合格。151时细细描述。奴会同公主说，说王殿下是一个极色之人，奴不宜入室。说王殿下见奴貌美，便急不可耐。那为何姑娘的脸这么红，又为何搂着本王的腰不放？姑娘届时也会同公主151时的描述本王是如何亲着姑娘吗？或许还有旁的更过分的事。而姑娘不但没有推开本王，反而很迎合本王。论说骚话，还是严选强一点。那自然是因为奴有私心。殿下名声在外，奴倾慕殿下已久。奴虽是公主的婢女，但也想让殿下做奴的郎君。那你想让本王如何做你郎君？殿下对公主做过的事，奴也想和殿下一一做过去。本王同公主做过的事情可多了，有花前月下，互诉衷肠；有绿衣捧宴，红袖添香；有鸳鸯交颈，共赴巫山。姑娘，今夜先要哪样？殿下真是好狠的心。公主如今虽身在宫中，但却对您日思夜想，你反倒做出如此行径。您还未娶她，便要与人共谋冤谍，若公主知道了，定然寒心之极。哼，男人！你竟心疼公主，不想背主，那便不让她知道这些。本王相信姑娘一定有办法瞒住她。好啊，蜀王殿下，你想着其人之美。原本不想，只想着与公主一生一世一双人。都怪姑娘好颜色，本王见之忘俗，情难自已。似姑娘这般的人，来一个，本王爱一个。随便一个女人都能近你的身，也不知道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又有多少藏污纳垢的事儿。姑娘说错了，若是旁人，连这使馆的门也进不了，更遑论来我身侧。唯有公主的人，方能畅行无阻。这还差不多。那姑娘可愿让我享其人之福？若我说不愿呢？那我便只有想方设法封住姑娘的口，再收买姑娘。奴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收买的，殿下可要卖力些。我朝陛下要求殿下证明，要有以一当十的本事。择日不如撞日，今日奴便先替公主来验验，殿下是否不论哪个方面都有这个本事。姑娘可知道此言一出的后果？鸟兽须出笼，
倦鸟当归林。难得今日偷得浮生半日闲，更应当惜时，珍惜每一刻。那么，本王先将姑娘脸上的面纱掀去，见一见姑娘的庐山真面目，再与姑娘共谋渊蝶，先做姑娘的郎君，改日再做公主的驸马。所以，公主是如何思念我的？自然天天担心你有没有被陛下和皇子们刁难，担心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是否孤立无援，每日想方设法地打听如今的形势如何，是否游刃有余。只恨他困在宫中无法脱身，父兄那边又软硬不吃，没办法给殿下任何助力，否则定要与殿下同甘共苦。那也请姑娘告诉他，本王如今尚算胸有成竹，对他亦是思之甚笃，恨不得早日将她娶回家，以免夜长梦多，长夜孤寂，他辗转难眠。那可要早点，再早点。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再等下去，满月便要成弯月了。殿下可舍得？舍不得，所以更想在公主身上多留下点什么，以慰相思之苦。来者不拒。是姑娘先说的来者不拒，本王从善如流罢了。明日，兄长们要考教本王书画，本王不善丹青，还需临时抱佛脚，不知道姑娘可愿相助本王？原来你也有不擅长的事情。我非圣人，自然有不擅长之事。怎么帮？姑娘只需要躺着不动，余下的交给本王。他是要为我画像吧？哼，本姑娘勉为其难帮帮你，你可一定要将本姑娘画好看点。一定会画得极美。叶璇，你骗人！我哪儿骗人了？我一来没让公主动，二来确实在画公主。还是公主觉得我画得不美？墨迹未干，公主勿动，否则我不敢保证墨汁会流到何处。强词夺理，你这分毫也不像正经画画，适才竟还让我配合他摆弄了半天动作。如今我所思所想皆是公主，在纸上作画无法集中精神，岂有在皮肤上尽一多？明明是假公济私，确实存着别的心思。公主不想看看在我笔下的模样吗？公主不想看看自己有多美吗？画作将成，只要再忍耐一二，片刻后便能一览全貌了。你最好明日真能赢。定不负公主今日牺牲。苟烟璇，你都干了什么？站都站不稳了，怎么还有力气生气？哼，苟烟璇，还不是拜你所赐。这就是我的牺牲成果。公主不满意的话，来日再为你画上。大可不必。不过兑换一下，我对你画倒是可以。使馆内连通着一处温泉，舒筋解乏。我先替公主将身上的墨洗去。何时回去？晌午。今夜母后为我掩护，父皇沉迷温柔乡，应该没工夫想起我。赶在明日早朝后，父皇处理完正事之前回去便好。也就在5个时辰。你也不要压力太大。父皇和兄长他们没有恶意，也并非存心刁难，就是关心则乱。他们养我近20载，忽然来了一个人要将我带走，偏离他们为我规划的路线，定然觉得不适应。那也只是因为舍不得我。我知，
偶尔输那么一两场也没什么。他们做这些事儿，也就是心里有点不舒坦，想测一测你的锐气，并非真的要求你十项全能。倘若你真的无懈可击，他们或许更气闷。当然，若他们非要无理取闹，没个休止，我便豁出去，一哭二闹。他们疼爱我，定不会让我受这个委屈。星辰，若我当真需要你一哭二闹，方能让你的父兄答应婚事，那我也太无用了。更何况，我希望这世间唯有我能弄哭你。又不正经。燕某生来20余载，克己复礼，唯有公主一人，能让燕某人不顾礼仪廉耻，能让燕某变得判若两人。他怎么总是戳中我的软肋？公主，今晚你还未说出你的检验结果，我是否名副其实，配得上以一当十的形容？勉勉强强。本王掐尖要强，事事都想做第一，今日未尽全力，只得公主一个勉勉强强的评价。看起来还需全力以赴，温泉水滑到细腻之。你我难得相聚，如此浅尝辄止，辜负了好春光，也辜负了这好泉水。休息了这般久，公主应当重整旗鼓啊！我好像又自投罗网了。燕璇，好像最初是我先用这个话题来撩拨他的。我朝陛下要求殿下证明要有以一当十的本事，今日奴便先替公主来验验殿下是否不论哪个方面都有这个本事。你慢点儿。这才几日就暴露了本相，还被我们抓到了小辫子。他还没有娶到皇妹，都这样，若真的让他娶了，那还了得？无耻之尤！这还是在我们小周朝，就公然同武姬私会，还这样难舍难分。你竟说了1刻钟的话，还一直牵着小手，一步3回头。我们需即刻去捉奸，定要把他打成猪头，满地找牙。不用送我，我自己回去。小等，哟，这2日我才发现他们从大业跟了过来，此物望能既相似。还有，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定要把他们分开。我眼花了，他和阿妹长得好像，不会是替身文学吧？你画本看多了吧？那就是阿妹吧？怎么，连你们亲妹妹都认不出来了？这不是从未见过阿妹这般小鸟依人、面若春桃的模样。阿妹，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混混，这还用问？自然是惠情郎。我们小周儿女看对眼了，沐天席地都是正常无比的事儿。我们不过是私会而已，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不至于，不至于。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那我便走了。看这着装，衣服上的折痕，再看这日头，完了，我们的小妹真的被叼走了。对了，你们收敛点儿，不准把人吓跑。吓跑了，我可再也找不到这么合心意的夫婿了。要不放过他？阿妹都发话了。那也要太子殿下和父皇同意才行。那就，如果有台阶递上来，就顺着下。寿王殿下未免有些胜之不武啊。我知丹青
只想为公主一人出手，不想施于人前。更何况，燕某以为，权力和地位亦是实力的一种体现。如同将军，不需要事事亲为，只要能调兵遣将，即便安坐后方亦可。丹青是可以理解，但是丹青插画园艺厨艺，他都找旁人替他上场。是，硕王殿下说，无论公主想做什么，需要什么，我都能遣人办成。我只负责讨她欢喜，不就足够了吗？若我弃能人而不用，岂不是本末倒置，放着捷径不走，偏要带公主披荆斩棘？谁就不想施于人前，是压根没办法施于人前，好吗？真是，明明想好了自己不出马，还要那般诓我，如此抢其夺理，哥哥们怕是要气炸了。不过，若是他当真事事亲力亲为，又狠狠将哥哥们赢了过去，证明了人也有完人。同样是人，他为什么这般出类拔萃？定要挫他锐气，我就不信赢不了他。再接再厉，攻其不备，打他弱项。说不准哥哥们又会心里不平衡，开始同他较劲。那些年，他应当常常看这两只鹦鹉睹物思人吧？小粉球都被纵容的脾气恶劣了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朝朝暮暮，长相厮守。算他过关吗？敢问朱殿下，若是燕某亲自下场，在丹青、厨艺、园艺上皆赢了诸位，诸位是否又会再考教燕某旁的才艺，直至燕某输了为止？不如各退一步，殿下们放燕某一马，也不用犯难再想旁的法子了。他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我们是要结亲，不是结仇，总不能让他精通百家之学吧？不论用什么办法能让阿妹舒坦，别的管他呢。少王殿下的确文武全才，又知人善任，技不如人，我等甘认。不过最终能否娶到阿妹，还是要看陛下能不能点头答应。往后的路还长，眼前这关过了，不代表自此之后便能懈怠。若你对公主不好，纵使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不会姑息。燕某在此谢过诸位兄长。这就喊上了，不过听起来倒是别有滋味。儿臣们尽力了，实在不是硕王殿下的对手。少王殿下陪着我们比试了这般久，不仅毫无怨言，至今仍然诚心诚意，已是十分难得。配个阿妹绰绰有余，的确可以称得上以一当十。太子呢？你觉得如何？儿臣附议，驸马贵精不贵多。父皇，你看，皇兄们的评价都这么高了。你大不中留。所以，既然你们都为他说好话，这桩婚事真准了。少王日理万机，品行样貌上乘，且精通文武艺，已是难得。再考校下去，便是我们小周朝气量狭小、强人所难了。说不准朕的公主都要和朕离心离德。怎么会？不管父皇做什么样的决定，女儿都会好好的孝顺父皇，继续做父皇的贴心小棉袄。哼！陈宝寻到如意郎君，又是极靠谱之人，你怎么还是闷闷不乐的？目前看来，少王确实无可指摘，就是我这心里怎么就空荡荡的，像是少了一块肉。需要亲亲才能治愈。你呀，少王殿下，考虑好了吗？婚期在何时？
婚事在哪儿办？依燕某的意思，婚期自然是越早越好。婚事可以在云都办一场，去往离京再补办一场。婚后称谓上当如何定？居于何处？婚后在大业朝，她为朔王妃；在小周朝，燕某自然入乡随俗，当个驸马即可。燕某的意思是，婚后头2个月，燕某陪同公主居于小周，再入大业完婚，之后再做其余打算。再做打算？不是说可陪着公主长留在小周朝吗？这么快就说话不算话了？爹爹怎么这样啊？不行，我得……打住！他们讨论这些事儿啊，怕是要磨上好多天啊。与其在这边提心吊胆干等着，不如找个地方品酒喝茶，舒舒服服的等着，岂不快哉？妈，不行，我得在这儿盯着。他们讨论他们的，我们筹备我们的。你好事将近，我们带了好东西给你，你不想看看吗？提前看看，有备无患。快走快走。不过，你当真就认定他一个人，不需要再考虑考虑，与旁人再做对比吗？我娘家小侄子初长成，堪堪18岁，像青松翠竹。你从前没见过，要不要见见？不必了。真不要？真不要。一个已经消受不起了，多来几个。公主如今和朔王蜜里调油，此刻眼里定然是容不得旁人的。我最遗憾的就是这辈子只有你兄长一个，都不知道旁人是什么滋味，糊里糊涂的就被哄着嫁了。他又是个板正严肃的，偶尔哄着他胡闹了那么1、2次，回头总要躲我几日，还要将我私藏的避火图统统没收。你这话可别让太子殿下知道，否则那酸味会把你给腌入味了。知道了又如何？有本事让他别事后总躲着我。原来还能这样，长见识了。这世间获得快乐的妙法千千万，偶尔换个方式也可带来新鲜感。有助于男女双方的感情发展。就是不知道朔王是个板正严肃的，还是个外闷里骚的，愿不愿意和你这么配合？所以你验过了吗？是什么呀？验是验过了啊，能不能配合就不知道了。自然是个外闷里骚的，遇到公主，即便她是个白炼钢，也要化为绕指柔。我只负责讨她欢喜，我这丹青只想为公主一人出手。他们应当议的差不多了，我去看看情况。没出息。严选，要不要去我宫里看看？好。可算是名正言顺了。从前你说你未见过我儿时的模样，我便想带你来我儿时生活的地方看看。这段时日，我将从小到大宫廷画师给我绘制的画像都找了出来，小时候玩过的玩具、看过的书也摆在桌子上。我想，虽然时光无法逆转，无法带你回到过去，但至少我可以给你看看我年少时候遗留的痕迹。我从前总喜欢微服出宫，去过很多地方。如果你愿意，我们会有很长的时间，将我从前走过的那些路带你一起走遍。我会牵着你的手走遍街头巷陌。公主，若早知道小周朝的云都从前有位这般玲珑可爱的公主，燕某应当早日来求娶。
方不算辜负时光。现在求娶也不晚。严玄，我们一定要办2场特别隆重的婚礼。我想告诉两朝的人，你属于我，你只属于我，只有我能名正言顺地站在你的身边，缠着你，喜欢着你。大叶朝的朔皇叔燕玄和小周朝的公主裘星辰永结同心，旁人都不许觊觎。星辰，我亦想让你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被我迎娶，告诉他们，我值得让你托付终身。我也想在我的家国昭告世人，我将与我爱的女子携手一生。公主，可做好了当2次新娘的准备？不在话下。那本公主的驸马是否也做好了当2次新郎的准备？时刻准备着。那么，本王的未婚妻在此时此刻是否愿意亲吻她的未婚夫婿？吾待今日求你，我的驸马。什么？朔王他隔3差5便留宿在公主宫中，这也太过荒唐了。纵然有婚约在身，再过2个月便要成婚，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但在我眼皮子底下如此腻歪，实在是碍眼。碍眼！告诉朔王殿下，2朝联姻之事不可儿戏，朕还有诸多细节要与他商议，将他召来。是，得想个法子掺和。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那人狡猾的紧，若不是朕亲自出面，恐怕他又是让属下商议这事。婚事讨论的差不多了，往后应当让他来陪我下棋，陪我出雕，陪我狩猎。何必？要不然，让我们家的小兔子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被叼进狼窝里，吃的骨头都不剩吗？你自己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那时候也没少受我哥哥的白眼。现在年纪大了，也整天想着这些事，上回闪了腰也不知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动不动就恼羞成怒。叶璇，我近日得了几本册子，老是旧花样，感觉有点腻味了。我们试试新的。公主如此，倒让我想起了从前。你我第一次亲密后，公主便送了我极多图册，甚至还明里暗里旁侧敲击，表达我技巧不足，尚需进步。公主现在故技重施，是当真觉得腻味，还是觉得我尚需努力？那些书你不是没看吗？只瞄了一眼，就面色不善的将画本接过去，接着就将那些画本锁起来，也不许我再看。孟浪轻浮之物，往后还是少看。你想着花前月下一起钻研，结果倒像是我在课堂上看画本，被夫子逮到了似的。不过那时候的燕璇可真是克己复礼，让他妥协一次都老不情愿的。当年那强扭的瓜，真是老天。你说你后面技巧突飞猛进，是不是暗地里又偷偷翻了我送你那些册子？当时我还暗地里窃喜不已，觉得2个人的相合程度与日俱增。如今想来，他定然是面上一本正经的拒绝，背后悄悄磨练功夫起来。并未。不信。公主自己可看过那些册子？娇暖，今夜让哥哥我好好疼疼你。他出生了给他找的到底都是些什么册子？怪不得燕璇说那是孟良轻浮之物。公主就这么想按画本来？我想试试这个，还有这个，想看着他被撩拨的不能自已，光脑补就让人激动不已。那也行。真的？不过他刚刚也就看了一眼，当真懂了吗？等等，
是这样的。叶璇，你是不是故意的？如何故意？我明明是依照公主给的册子而行。哼，现在你明明知道我想要的是怎样的，偏偏总是捉弄我，还强词夺理，企图糊弄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飞来指控？怎么会突然这么说？你从前和现在截然不同。从前的你都会照顾我的感受，会尊重我的意见，并不会戏弄我，也不会次次都让我那么难受，对我没有任何让步。好像这阵子是有些过于放肆了。只是这阵子有些情难自控，爱不释手。借口！这段时间你每日进宫都是去见我父皇，你分明眼里只有我父皇，只有家国大事，并没有我。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吧？你也知道，只要听到我要入宫的消息，父皇总是照我一事。前2日还愤愤不平地感叹过。我不管，我只知道，只要足够喜欢，便能够排除万难，风雨无阻的来。你难道不会拒绝父皇吗？他无理取闹，你也跟着胡闹吗？你的余生是要和我过，还是和他过？你对我只有冲动，你不喜欢我了。果然，一旦得到手，便不知道珍惜。公主，哎呦，你总是很生硬的叫我公主，你几乎不再叫人家宝贝。你是不是还惦记着要将我始乱终弃这件事儿？等我喜欢上你，欢天喜地的要嫁给你，然后你就给我当头一棒，大摇大摆抽身离去。肯定是的，你那么聪明，如果真的想骗我，我肯定分辨不出来。从来没有真正的契约，不过是一个不想放手的理由罢了。若是没有契约，或许你我此刻早已经分散天涯了。当真？当真。燕某以性命和所拥有的一切起誓。那为什么要一直叫我公主？一点儿也不亲昵。因为我希望，不论何时何地，你在我心里永远是千娇万宠、金尊玉贵的公主。我不信。我之前说想同你一起生个女孩，你也没有热烈的响应我。你肯定要说你哪儿没回应。你都没有和我一起展望未来，不想让我生孩，你没有爱屋及乌。我想要的只是，我无法想象一个小孩要替我生另一个小孩。严璇，我不小了，我不是小孩，我都可以对你做很放肆的事儿。公主比我小了几岁，在我眼里，怎么看都是小孩。除此之外，便没有旁的什么想法。星辰，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皇嫂，从前我时常出入宫闱，得到过她许多照顾。她本是身强力健之人，虽是世家嫡女出身，但弓马娴熟，不说男子，且从前也是飒爽利落的性子。但于生产已束手无策，生产不仅让她伤了根基，从此无法再弯弓射箭，也让她气结于心，即便在产下皇帝后，也无法疏解，最后伤了性命。会这么严重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当年没人想到会发展到这一步。当年的皇后与皇兄琴瑟和鸣，恩爱两不疑。皇兄甚至为了她罢了后宫，张家的权势盛极一时。然而身为皇后的皇嫂，看出了烈火烹油之下的凶险。我的外孙是未来的皇帝，以后天下有一半姓张。旁人当国丈是怎么当的？出门在外，前呼后拥。我们没有纵马踩踏农田算好了，他们逼着我们走一下，怎么了？父亲慎言。往常他完全有能力掌控这一切，然后怀胎开始，他的精力大不如前。他担心张家这样的举动迟早引火烧身，
皇帝对张家的忍耐持续不了多久。他知道，纵然张家出事，他的皇后之位依然会稳若泰山。张家无论落得什么下场，都是咎由自取。但那时候的他，怎么也想不开，皇兄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过度解读，他会因为一些不明情绪和皇兄频繁爆发争吵，并将他拒之门外，而后又陷入自责循环。他性子越发沉静内敛，即便皇兄日日陪他，也无法挽回他日益流失的生命力。直到有一次，张家见皇嫂的身体久未好转，想将她妹妹送进宫来，皇兄实在是怒上心头，没忍住对皇嫂说了一句重话：“这就是你死保的张家。”皇嫂看清张家，立刻与张家割席，请了个将张家之人都逐出京城的旨意。自此，张家一落千丈。陛下不用因此有什么负疚，我此举仅仅是为了皇儿着想，不想让他有一个拖后腿的外家。但他的身体也没有因此好转，与张家割席，令他伤心了好一阵。后来，他看着自己日渐残败的身体，想着自己越来越无趣的性格，担心皇帝对自己的喜欢不复存在之时，他和皇儿的结局未来会很惨烈。不久后便病逝了。皇嫂去后，皇兄也甚是自责，觉得他只是不想让自己为难。皇兄为情所伤，不到1年也跟着他去了。仓促之下留了幼弟继位，若非如此，大业也不至于风雨飘摇多载，险些江山旁落。陛下登基后，张家冒头死保陛下，陛下不明当年内情，又听他外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只以为当年是因皇兄打压张家，以致皇嫂郁结在心，对张家始终存在怜惜之情，张家又恢复了龙宠。殊不知又是养虎为患。想到这些，你又让我如何展望未来？即便我们的女儿将来是多么浴血可爱，是你我贴心的小棉袄，也或许她会与你长得一模一样。我看着她咕咕坠地，长为亭亭玉立的少女，会如同看着你长大。但最起码，在这之前，你会因为孕育她，经受很多的苦楚。这些苦楚，我有心却没有办法替你分担。当你为人母后，即便有许多工人相助，仍旧难免分许多心思，去操心她的衣食住行，操心她的未来。而我，必然会爱屋及乌，她在我的心里，也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至少现在的我而言，我想千娇万宠的姑娘，只有你一个。说的是很有道理，可我若是愿意为了你经受这些苦呢？我的父皇和兄长你也都接触过的，他们疼我爱我，不会让我落入这样的局面，我也会很心宽的。那便再等几年，等将来再无后顾之忧之时。我们相处的时日尚短，你想我们相守的时候，还要兼顾一个哇哇啼哭的孩童吗？好像是有点难以想象，但是失去这个机会，以后就不好再揪着这些问题发难了。你也就是嘴上说的好听，我只知道，现在我让你为我牺牲，为我让步，你就不愿意了。公主要我如何？我要你为了克制，为了隐忍，任我施为。我也不会让你做很过分很离谱的事儿，我就只是让你不要糊弄我，我们也可以各退一步。你答应我一个请求，我也答应你一个请求。原来在这儿等着。你这都不肯答应吗？都依你的。公主还有什么要求，也一并说了吧。我想蒙住你的眼睛。好。我没说结束，你不许提前动。好。我要白纸黑字，约法3章。好。你不许又来捉弄我。不会。够了吗？够了够了。学会使坏了。邱星辰。
你何止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祖宗。多年前公主放下的豪言壮志，如今也算实现了。怂个屁！本公主怎么会怂？我不仅不会怂，还要让她跪下来喊我一声祖宗。居然还记得这件事儿！不日，周公主便和朔王在小周朝先行举办婚礼，但最近朔皇叔和周朝的三殿下走得极近，时常聚在一起，不知道在商议些什么。那位三殿下带着清雅游山玩水，两人乐不思蜀。陛下，三殿下接近清雅，定有所图谋。臣还是那句话，切记不可放虎归山啊！朕有决算，不必多说，下去吧。朕的清雅当真了。公主你没事啦，放心交给我。我都天天给你牵，我怎么喜欢上一个这么没气度的男人？都说好不许动，不许反悔。得了便宜还卖乖，罢了。这就对了嘛，妍雪，求我。求你，够了吗，我的小祖宗？当然不够。从前我求你的时候，哪一次妥协了？轩哥哥，忍耐一下吧。当然，你要是哭得眼睛通红，求求我，我自然也可以放你一马。公主，善意的提醒，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好像是我落在他手中的次数更多一点。不管，活在当下。下一次他认我施为，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这就是公主说的，不会很过分，不会很离谱。稍微也就亲亲抱抱嘛，不过分呀。不过，接下来应当怎么做？春宵苦短，公主要翻一整夜的书吗？公主若是不来，那便轮我来了。明日武皇兄还要来宫中与我商议事情，我们早点安歇吧。今日便到此为止吧，你也需要休息。到此为止吗？那可不够。你要做什么？自然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公主如何对我，我自当如何对公主。一时口快，只顾着先哄她做事了。我以为公主捉弄我的时候，应当想过这些。命运里的馈赠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昨夜怎么就禁不住哄？他在我耳边叫了我几声名字，我便缴械投降了呢。按照公主的标准，我也不过是将公主对我做过的事折返过去罢了。何止，我就小小惩罚了你一下，你还变本加厉的对我了，不公平！从小到大都没人这样对过我。亲亲亲，啾啾啾的屁股，抱抱抱，咻咻咻。看我干的好事，连鸟儿都耻笑我。要说情难自抑，无法自控，不用狡辩，就仗着白纸黑字写下你我各满足对方一条心愿，便肆无忌惮了是吧？我帮你上药。滚滚滚！带着你的鸟儿滚！不想见你。我们算了2个良辰吉日，下个月的15号，或者是明年开春。大概是父皇虽想多留你在闺中几个月，之但是念及前听了一有牛侯点词儿，家史均在大邺朝，不宜让他在小周朝滞留过久。觉得自己应当展现一下国之君的风度，先去办吧。商议之下，便觉得下月的15号更好些。虽有些仓促，但是阿妹的嫁妆，哥哥和父皇母后都是早就准备好的，也算是从容。有些吵闹，影响我们议事儿。我忽然想起来，确有一条需要增补哎呀，阿妹，你这鸟不错，这能叫我祖宗吗？
帮忙去协调一下。当然，不看用了。哦，原来如此。其余的大致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阿妹回头看看是否还需要增减些什么。哟，我和哟，哈，咕噜咕噜。怎么还发着这种怪声音？皇兄若有什么事儿，先去办吧。不急，我还未喝上阿妹宫中的茶呢。呼咕噜，呀，还呀，哟，好哟，不要不要啊！给我闭嘴！救命！杀鸟了！杀鸟了！有些吵闹，影响我们议事。好像两只鸟说了很长的一段话，但是没听清楚在念什么。我忽然想起来，确有一条需要增补进去，还请哥哥帮忙去协调一下。殿下，我朝有一循古礼，其中一条便是未婚夫妻在成婚之前1个月不能见面，不知您是否能接受？公主知晓此事吗？是公主首肯的。公主说，希望您和她能够白头偕老，长相厮守。为表诚意，她打算遵从古礼，把1日延长到30日。她希望您能尊重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昨夜似乎荒唐了一些，把她气狠了。殿下，从今日开始计算。这模样怎么像做了坏事来找靠山？鸟儿能做什么坏事？还要，不要！星辰他当真这么说？是，如此甚好，赶紧将这样的旨意贯彻执行下去，千万不要有疏漏。此外，去买些炮竹，朕要听个响。幼稚。对了，陛下，还有一事，就是从前野鸾书院的一些夫子，最近都在皇城外徘徊，不愿接受联姻一事，是否要赶他们离去？赶什么赶啊！便要给他们趁虚而入的机会，好让朕的公主更好地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一生一世有什么好？左拥右抱才是真理。老婆爹爹，公主，您当真要和兽王那边1个月不见面啊？当然，这2日兽王殿下也命人送了很多赔礼道歉的礼物，您都不看看吗？不看。说我皇兄懂一点人事儿，听明白那些台词，我就要颜面尽毁了。号外号外！皇兄那个大嘴巴子，不出3日，我哥哥嫂子他们都会知道我被燕轩怎么欺负的。不过我怎么这么没志气，才过了2天，就开始有点想他了呢。真的不打算看看吗？据说金玉楼压箱底的那些珠宝首饰都被皇叔给定下，现在又是欢喜又是惆怅的。那你那些礼物拿过来给我看看，我得看看他道歉里包含多少诚意。2日升到5日吧，到时候便说虽是古礼，但也有人情在，应当变通变通。对了，公主，陛下那边听说你要遵循古礼，觉得甚是欣慰啊。糟糕，忘了还有爹爹这个拦路虎啊！这下后路都被堵了。青雅，你往后还是要回离京吗？自然，我生于离京，长于离京，自然要返回离京。青雅姑娘，当真是铁石心肠，倒是有点让人有点伤心。三殿下不是说我在小周朝的时候，三殿下所有的举动，不过是为了尽地主之友谊，不求回报吗？虽说不求回报，但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和情感，总希望能有些回响，奢望着姑娘被我打动。所以，在姑娘心里，裘某是否稍微有那么一点特殊地位？或许确实有那么一点。清雅，三殿下，
便送到此处吧。明日见。无论未来如何，眼前的关卡总要先过，不是吗？三皇子的确与张丞相有过频繁的通信，他做事小心谨慎，但总归有蛛丝马迹露出来。但再给我些许时日，我便能掌握他们暗通款曲的证据。小周朝皇室兄友弟恭，并没有所谓的兄弟于墙。三皇子为什么宁可冒着勾结外敌的风险，也要和张家狼狈为奸？或许想的是唯有另辟蹊径，才能更上一层楼。也是，小周朝上下拧成一股绳，若是其中一个皇子想要图谋不轨，但我不过是陛下身边一个普普通通的暗卫，三皇子冒着暴露的风险接近我，他想做什么？这段时间他对我献尽殷勤，本以为他是想借机探听消息，但除了时不时表现出爱慕之情之外，几乎没有不妥当之处。殿下，急报！离京出事了。就不能多憋几日吗？这么快就来了？手感好像不对，怎么软趴趴又瘪瘪的？公主醒来了，公主！公主还记得我吗？我是如意公子。公主，我是萧夫子。从前您最喜欢听我吹的箫了。醒醒吧！是引来书院那些人，怎么跑这里来了？公主，谁把他们放进来的？公主，是我们失察，他们竟偷偷混进来，我们这就把他们给拉走。公主，您真的要赶我们走吗？一句话都不让我们多说吗？公主，这段时间我们反省过了，从前我们就是假金高，才错过了很多机会。今日我们痛改前非，前来自荐枕席。我们不求为意，只求公主的身边给我等留一席之地。是啊，公主，我们从前都太不懂事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做一个真性情之人。大可不必啊！从前是我的错，给了你们很多错误的暗示。如今我也醒悟过来了，我此生为皇叔一人足矣。公主，那寿皇叔着实可恶，你要是被他拿住了什么把柄，一定要告诉我们。公主，从前的您肆意张扬，现在怎么就变成了夫管严？公主就不想亲亲我们，抱抱我们吗？你们见过他吗？没见过，但不就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吗？我们有数量优势，绝对能把公主您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你们听过一句话吗？除却巫山不是云，许次花丛懒回顾。你们见了他的样子就懂了。我从前怎么会觉得这些庸脂俗粉长得好？公主，如今这样的姿态，着实辣眼睛。公主，你要是被威胁了，就眨眨眼。快将他们赶出去！公主！大清早的就和这些人拉拉扯扯，被人看到，就算叶旋风误会，我定然要吃一些苦头。说不定又要答应一些丧权辱国的条款。定然有好长的时间没办法在他面前直起腰杆了。等！既然我们的存在让公主这么为难，我们也不会强人所难。但是公主，我们希望您能过得很好，即便在异国他乡，也能够过得自由潇洒。所以，我们出了一些手段，能够让皇叔变得服服帖帖的，让他能够对您言听计从。我们现在懂得非常多的纸上谈兵的知识，保管您一听就会。
是，万一三人行必有我师呢？从此以后，说不定我在燕轩面前就能够翻身做主了。到时候，我想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就不用总想着一哭二闹了。好吧，且听你们细细说来。你说，他们进了公主的寝宫中，便再也没有出来过？是。好，好，好，你们将此消息传扬出去，一定要确保传到朔皇叔的耳朵里。可是陛下，公主并没有与他们有什么首尾，只是与他们喝了一会儿茶，旁边宫女都在。哎，不管！你在这个档口挑拨离间，影响小夫妻的感情，有你这么当爹的吗？这是捕风捉影的小事，若是连这点信任都没有，那往后还怎么做夫妻？强词夺理。他们这辈子不可能一点磕磕绊绊也没有，我这是趁早考验他们，合则来，不合，现在赶紧散了就是。公主，最近宫中谣言四起，说您和隐鸾书院的夫子花前月下共度春宵，还说您要背着皇叔偷偷养男人。胡扯！谁要毁我清明？是不是父皇干的？肯定是爹爹干的。我寝宫中人，肯定不会连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挡不住。而且，没有父皇首肯，哪有人敢胆大包天的造谣？已经整整5日没有见到他了，他不会是信了这些谣言吧？去找他。掩护我。公主小心点。哎，慢点，慢点。叶璇。那还不是因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才2日，我怎么就这么不矜持了？我有件事要说，你先说。大爷那边的情况有变，我需要回去一趟。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回去吗？需即刻启程。不会是因为那件事吧？叶璇，我和他们没有什么，都是父皇他从中作梗，散布谣言。我顶多是想着向他们求教一下而已。与此事无关。我回大叶朝是有一件心事要了却，亦有一件吵事要解决。是很棘手的事情吗？棘手的都不能先娶了我，再同我一起回国吗？是，或许唯有我亲自去斡旋，方有转机。原来公主这几日还背着我左拥右抱。他看起来好像不知道我这算不算不打自招了？什么情况？就是我顶多是半夜醒来的时候，突然看到几个人出现在我床上，老吓人了。但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对他们生出什么歹心，我是清白的。我的确有几分醋意，若他们撬得动墙角，也没有我什么事了。景琛，你不用如此紧张，我既与你在一起，便信你，只要无愧于心，便不必因我之故诚惶诚恐。只是那男女拿捏之道，待来日我归来时。哎呀，我怎么3两句话就把底儿都给掀了？我会尽量在你我婚期之前赶回来，但若无法归来，那便不必等了。他怎么说这么严重的话？交易随时可以作废，若是那般，是我誓约在前，不算公主违约。严轩，你至今还觉得我们不过是交易吗？说好的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契约，也是骗我的。我因为这些就想悔婚了吧？自然不是。
从前我说的那些承诺，字字出自肺腑。只是我怕地形难测，也怕这世间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是什么事？我朝君王亦有开疆拓土之心，我恐奸人背后挑拨，波及小周。小周朝偏安一隅，与众邻邦皆交好，应当不会招致如此祸患。事涉三皇子，还是不必提前告知，让他太过忧心。是张丞相吗？是，我朝陛下什么都好，只是太重情义。张家又在陛下跟前藏得太好，我往后若想安稳久居小周，这颗溃烂的瘤还需尽早除去。此次回去便是听到了一些风声，需速速将那些证据呈递上去，以免被他们强占现金。此事他的三哥涉及其中，若是被人做了文章波及小周，后果不堪设想。你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去，不只是因为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要是愿意告诉我，我便听着；你要是不愿意告诉我，我便静静等着。但我不要你报喜不报忧。如果真的很危险，请你务必要告诉我。今晚尚有把握，你要信我能处理好。我在大业经营多年，必有自保能力。就是一别，待我归来日，岳父大人恐怕要看我更不顺眼了。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归来。好。你一定不要受伤。好。你若是不爱惜自己，以身犯险，回头我就找几个俊男左拥右抱，让你在醋坛子里泡着。好。算了，若是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会为你守一辈子，每日以泪洗面，这辈子就孤独终老，要你无论生死都不能安心，让你心疼死。好。所以燕轩，你不许悔婚，不许说不吉祥的话，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回来。好。但星辰，你也记住，大业传到小周的消息注定纷杂，无论传出什么样的事，切记不乱方寸。倘若真的有事儿，我会派亲信给你传信，懂吗？好。皇叔还未归吗？是，有事耽搁了2日。你随同皇叔与公主回小周多月，你觉得公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公主宽和有礼，心思纯净，目中无尊卑，真心待人。公主其实是很好的人。周公主嚣张跋扈，名声狼藉，其人好色成性，实非良配。皇叔对这等女子定然是怀恨在心，而今两人竟破镜重圆，要结连理。依你所见，皇叔当真是新月公主？是，两人情比金坚。臣与他们一路同行，公主和皇叔的确恩爱非常。臣看，联姻为虚，交易为实。皇叔与周公主结姻，欲留小周，其心叵测，不得不防啊。从前你说过，要做朕的刀刃，做朕的耳目，还作数吗？只要陛下愿意用臣，便作数。可朕的青鸟，如今也学会欺骗朕了。公主多番戏耍皇叔，不知悔改，你却赞他是极好的人。不过是他的兄长带你游历了些许的时日，便已经乐不思蜀了吗？臣所言句属实。臣与三皇子相交，不过是顺水推船，想看看他究竟意欲何为。是真是假？待皇叔回来朕验验便知真假。皇后那边说想要女暗卫贴身保护，朕看你正合适。不如这阵子听从皇后差遣吧。原来张丞相的棋下在此处。你不愿意？若是皇后那边的确缺人，臣从命；若是惩罚，陛下非要如此折辱于我吗？你觉得这就算折辱？往常他从不会说这种话。
去了小周一趟。陛下吩咐，不敢不从。陛下和皇后、帝后同体，都是臣的主子，臣自当领命。只是，若是陛下疑臣，觉得臣见异思迁，旁人花言巧语，便能让臣与陛下离心，臣也无话可说，臣告退。卿侍卫，本宫的金钗落入水中了，还请帮忙捞起来。可是如今春寒料峭，恐染了风寒。难道要本宫旁边柔弱的宫女去捡吗？臣领命。哎呀，本宫的耳环也落入水中了，还需劳烦卿侍卫一并帮忙捡起。好，娘娘，您如此，不怕陛下怪罪吗？他已被陛下厌弃，方才到我的跟前，陛下还会管他死活吗？你甘愿如此吗？你有一身本领，又见过更宽广的山河，你甘愿为了一个男人，为了对救主的承诺，自囚于皇宫这样的囚笼中吗？你愿意和他无名无分纠纠缠缠一辈子吗？我不愿意啊。青崖病了。陛下将青崖大人指派给了皇后，皇后那日故意刁难他，让他足足下水了2个时辰方才罢休，如今已被调回御前，正在养病。本王要进宫。陛下，朔皇叔求见。陛下，这些是张丞相勾结小周朝3皇子，暗地输送兵器、铁矿、粮草之账目，另有2人书信为证，人证亦在宫外等候，陛下随时可以传召。从前张家势大，结党营私，陛下可以袒护；到如今已动摇国本，陛下不可再小觑了。臣府与青崖共同收集证据，延误了3日返京，还请陛下见谅。朕初听皇叔在小周朝被百般刁难，皇叔在朕的眼里是亚父一般的存在。小周不过是弹丸小国，竟如此行事，也太不将我们大业放在眼里了。陛下言重了，臣与公主真心相许，周帝爱女心切，在周帝的眼里，臣不过是一个试图拐跑他女儿之人，并非大业朝的亲王。真心相许吗？据朕所知，公主声名狼藉，甚至对你始乱终弃过。这样一个满嘴谎言的女子，皇叔许她真心吗？臣初时也因公主的戏弄，恼怒失望离开。此后2年，公主与我的往事，于我而言是不可触碰的存在。臣与公主再相逢的时候，最初想的不过是挟私报复。臣以为臣能将与公主之间的感情轻易割舍，但臣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高估自己，以致越陷越深，越往后越了解，便越喜欢。公主年少无知，并不知晓何为真正的喜欢，有过胡闹荒唐事，但所幸为时未晚，臣也未错过。公主亦是想方设法为当年的事补偿臣，试问臣如何不能和她真心相许呢？实不相瞒，在皇叔呈上这些罪证之前，张丞相那边也呈上了皇叔的罪证。皇叔觉得朕应该相信哪一边？是皇叔与公主名为相恋，实为交易为真，还是张丞相意图挑拨嫁祸皇叔为真？朕当然是更愿意相信皇叔的，但皇叔应该给朕足以信服的理由。陛下适才提及交易，臣与公主之间确实有一桩交易，但并非是利益往来，而是臣用一桩交易将公主困在臣的身边。皇叔知道公主从前有一书院，网罗3000美男，无数人因她失魂落魄吗？知道。皇叔知道？知道。公主过往种种，臣皆知晓。她无真心又如何？她满口谎言又如何？她水性杨花又如何？只要她在臣的身边，于臣而言便足矣。只要她在你身边，于你而言便足矣。朕以为皇叔是个好节之人，容不得任何瑕疵。是，臣不看往昔，只看今朝。
他出墙1尺，臣能挪墙1丈；他若满口谎言，臣便让他一生见此言。所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臣相信陛下能明断。皇叔能得人真心，朕也为皇叔高兴。只是朕实是担心如今的局面又是子女的圈套，不如朕帮皇叔把把关。臣不愿考验公主真心。他们家女既然可以对朕的叔叔百般考验，就不许朕为皇叔的婚事筹谋。还是皇叔怕公主经不起考验？是，臣怕公主对臣的喜欢不及臣对她的多。更何况臣与公主山盟海誓，许下句句承诺，却在婚事前夕回国，已是违背与她的约定。若是对她再设考验，恐怕她会伤心。喜欢一个人，是舍不得让他伤心的。没想到皇叔也是这般重情之人。不过此事到底是源于小周三皇子挑拨。若是两朝兴起战事，皇叔当为国尽忠，还是私情为上呢？此逆谋之贼子，应当两朝共同诛之，不必涉及旁人，坏两朝交情。既然皇叔如此求情，朕也不好驳了皇叔。张家这些年确实是有些得寸进尺，结党营私，遍布朝野了。只是不清张家势力渗透到什么地步。朕有疑警，1、12年，不知皇叔可否配合？陛下解说，臣无有不应。陛下，此举当真妥当吗？张家不过是仰仗朕的恩宠才提拔少爷，而皇叔是真正手握重权，从尸山血海中拼杀出来的。你觉得谁对朕的威胁更大呢？但硕皇叔并无疑心，一片担心对皇室。是担心还是异心？验一验不就知道了吗？可是此举无异于纵虎归山，又会寒许多臣子的心啊！臣不告而来，还请陛下恕罪。陛下不是依臣不忠，与三皇子有私情吗？臣亲自去将三皇子缉拿回来，还望陛下恩准。臣先行告退。你风寒未愈，应当多休息。这般舟车劳顿之事，就不必去做了。皇后那边，朕已命人申斥她了。因为皇后命侍卫覆水捡金簪吗？陛下这是将臣放在火上烤。陛下还记得那年寒冬腊月，皇后随意寻了我的错，命我罚跪。臣是陛下的暗卫，顾及陛下颜面，不愿下跪。皇后命人掌掴臣。记得。陛下那时虽及时赶到，阻拦了皇后，但往后数年因陛下袒护，皇后视臣为眼中钉、肉中刺，疑臣会威胁到她的地位，受此刁难臣。臣不知受到多少搓磨。朕不知她会那般。就算知道了，陛下又会如何？臣人微言轻，陛下因臣斥责皇后，除了使帝后不和，还能怎么样呢？不过是让皇后更加想要将臣除之而后快。更何况，臣又要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说呢？朕说过，可以封你为贵妃，朕可以给你书房独宠。然后呢？皇后就能容得下我？只要张家势大，陛下始终对皇后存一份爱护之心，臣也不想将毕生所学用在争风吃醋上，困在一方天地，日日等着陛下垂青。臣不愿，臣只想和陛下成全君臣之义。如今张家囤积粮食、兵器、钱银，其心可诛，陛下却仍然要姑息养奸，宁愿相信他们的造谣诋毁，对臣和皇叔生疑。臣不知当如何证明自己，还请陛下恩准，亲自去将三皇子缉拿回来。罢了，你想去就去吧。公主，大事不妙！大邺城那边传来消息，皇叔叛国，与我朝三殿下勾结，输送利益。陛下盛怒下，将他打入大牢。怎会如此？你将详细的情况细细汇报，不能放过任何细节，不能慌，
不能慌。夏阳，你替我梳妆，我要去见父皇。是。逆子！而今你妹妹妹婿联姻在即，你勾结奸相，陷害朔王。小周朝守着金山银山这么多年，为何一定要偏安一隅？不如趁着如今大业朝内乱，直接发兵攻打。朕与先帝苦苦经营，夹缝求生，才有如今小周朝欣欣向荣的局面。偏偏你这个孽子，犯下滔天大罪，给周朝带来如此祸患，真是恩将仇报。朕真是白养你多年。父皇终于将这话说出来了，恩将仇报，白养我多年。那父皇能否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我，我的生母又是如何成全父皇和母后的恩爱？原来是因为这个，可笑还是好心养出了一只白眼狼。怪到从前老四和老五觉得同你说不到一处去，原来是因为这个。那两个糊涂蛋不惦记生母生恩，只知道认贼为母，自然无甚好说。既然今日你来问，朕便与你好好掰扯清楚。多年前，你的亲生父亲是捍卫疆土的良将，你的亲生母亲亦是不输男儿的巾帼英雄。他们因为朝中有人通敌叛国，被人背刺，双双战死疆场。而今你却成了通敌叛国，要让两国臣民陷于战火之中，生灵涂炭的人。朕想他们九泉之下，也要以你为耻吧。陛下，公主求见。你且到后面跪着。父皇，我想去大业朝。你去做什么？他从前与朕说，若叶帝对他心怀猜忌，他会保证大业朝的事在大业朝解决。如今食言而肥，你又上赶着添什么乱？父皇，先不要着急，先听我慢慢说。说吧。他临走前让我不论听到什么消息，也要按兵不动，相信他能处理好。但我无法安坐泰山。若是他算有一策怎么办？若是他被幽禁之时，他的亲信被困住，来不及传话呢？哪怕我什么都不能帮到他，至少也要陪在他的身边，同他一起度过这个难关。更何况他此次仓促回国，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是因为他怕金云背后挑拨，波及小纣，兴起战事。他已证明了他的真心，我们又岂能置他生死于不顾？更何况除了是他的未婚妻，我也是小周朝的公主。这件事不仅是我和他的事，同样也是大业和小周朝的事，是家事，更是国事。无论如何，我们周朝都要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由我出面最好。若大业朝当真凶险，又有性命之危，你又当如何？儿臣愿与他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父皇，本想让你一辈子平安喜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希望你涉险。你能如此想，为父也欣慰至极。人生在世，若有一个人能让你不计后果，愿意同甘共苦，生死相许，也是一种圆满。父皇，枉你自以为聪明人，被人做了局都不知道。你虽对朕与皇后无甚感情，但你和你妹妹的感情，总不至于也是虚假的。你的妹妹自幼与你亲厚，如今是你让她陷入这样的困局。若你良心未泯，便承担所有的罪责，亲自将此事化解。至于能不能保住性命，看你自己的造化。如今局势分明，老三自以为是得力的渔翁，殊不知他不过也是别人眼中的鹬蚌。纵有大错，但他不过是导火索，一切还源于内斗，源于叶帝对兽王的猜忌。但是这事儿端看叶帝要不要信了，你去也要明白这一点。好，你将朕的贴身暗卫贾一到贾四一并带去，若是实在遇到无法转圜的局面，如有性命之忧，便带着他远走高飞，保全自身性命要紧。
是，若是形势不对，我一定跑得贼快。他若不肯与我一起跑，我就把他打晕。但无论如何，小周朝是你的软肋，同时也是你的后盾。小周朝不拒战，叶帝想扣留朕的女婿，也不是那般轻而易举的事。是，父皇，女儿一定会带着他平安归来的。真是世态炎凉，这满朝上下竟无几人为叔叔上书求情。朕还以为旨意刚刚下达，便会有文武百官跪满朝堂。陛下多虑了。当年陈归隐时，满朝文武皆已是忠君之臣，他们又怎会以势压人，强行让陛下做出决断？让臣猜一猜，现在是不是有无数的人弹劾臣？恐怕连强占良田、欺压良民、逼良为娼都有。陛下此刻更应该担心的是，朝堂变成张家的一言之堂。张家，短短几年，张家之势已发展得如此壮大，已成痼疾。皇叔这样束手就擒，放弃抵抗，皇叔便不怕朕假戏真做吗？陛下，臣相信，臣与你除了君臣之情外，亦有叔侄之情。臣还是希望陛下能尽快了结此件事，放臣与公主团聚。有一事，皇叔可能不知道，周公主不日便要抵达丽京，或许皇叔和公主可以先团聚了。她终究还是来了。陛下，公主已乔装进城，已求了兴雍殿下，此刻在朔王府外徘徊，还请陛下示下。放进来。叶璇，你有没有吃好睡好？他们有没有刁难你？一切都好。你都瘦了，肯定没有吃好睡好。你不该来的。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怎么能坐得住啊？叶璇，你不要遇到事就想把我撇开，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能和你共同面对。更何况这件事本就是周朝连累你了，三哥已经将事情全盘告诉我了，择日他也将进京，将他与张丞相的密谋经过一一呈上。陛下会相信你的，对吗？你当真什么都好，没有骗我吗？我在话本里看到，那些搞刑罚的人会对人用一些阴私的手段。你把衣服脱了我看看。星辰，我真的没事。我不信，你越不让我看，越证明你心里有鬼。星辰，陛下，看来是朕扰了公主和皇叔的团聚。不扰，陛下今日在，我正好有一个不情之请。说来听听。今日原定是我们的婚期，是千载难逢的黄道吉日。若非发生这些事儿，我们此刻已是一对佳侣。陛下既然在此，不如就给我们做个证婚人。我还以为公主更想解除婚约。我喜欢他，想与他同甘共苦，与他白头偕老，共挽路车，为何要与他解除婚约？更何况我相信他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定不可能做出背叛陛下的事。陛下也不会辜负他的一颗全权报国之心。好一个荣辱与共，同甘共苦。若朕仍不信他无罪，决意将他圈禁一生，你身为一国公主，难道还能陪他一辈子？自然，若果真如此，那我便陪他一生一世。即便粗茶淡饭，金钗布裙。是。算上从前，这是朕与公主第二次见面，公主倒是次次都颠覆朕的认知。公主自幼养尊处优，当真过得惯穷苦日子？我这一生过过锦衣玉食、饭来张口的日子，赏过天下奇景、落霞孤鹜、秋水长天、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该见识的都见识了，于己而言并无遗憾。往后陪着自己心爱之人度过余生也足矣。唯一的遗憾便是从前曾向他许诺要带他一起游历明川大山，或要食言了。但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明察秋毫，心贤远佞，还皇叔清白。公主好魄力，只是你难道不怕亲自前来大叶朝，朕盛怒之下将你杀了吗？
不管怎么说，纵使是两国交战，也不斩来使。我不相信陛下是那般没有容人之量的人，还请陛下为我们证婚。邱星辰，天玄，我不需要盛大的婚礼，我只要你心里对我足够在意就可。与你荣辱与共，有个正经的名分陪在你身边，不管未来遇到什么，我都不会遗憾。今晚便让生命煮成熟饭。好，陛下，公主都这般说了，来人，将此处简单布置一下吧。真是拿你没办法。天玄，你不要因此对我感到任何的亏欠。比起婚礼的排场，我更关心的是，是否能和自己钟爱的人相守一生。陛下，开始吧。喜今日佳丽出城，良缘遂递，诗咏关雎，雅歌领旨，同心同德，互助京城，共谋鸳鸯之事。一拜天地，二拜君上，夫妻对拜。李成，今日是洞房花烛夜，春宵末午，朕便不打扰了。明日正在早朝上，好好听听你们周朝在朝堂上的自白。三哥虽然答应与我一同来大夜朝，但父皇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没到最后一刻，无法确定他会不会突然反水，倒打一耙。天玄，你会安然无恙吗？我们还能恢复到从前的生活吗？不知道。如今虽是我与陛下配合，暂时蛰伏，看看张家最后会做到哪一步。但地形难测，难保陛下不会假戏真做。今日因陛下在场，我为说。我当年摄政，虽是临危受命，但到底是陛下心里的一根刺。那你有自保之策吗？有。多年摄政，即便有心隐退，但朝堂上下依然有许多忠他胜过忠君的旧部。只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绝技不会暴露。那我也有，我们一定会平平安安、逢凶化吉的。若是不能，那我们在寿王府中也能悠然自在。我是周朝公主，只要周朝在，总短不了我们吃穿用度。说他还要赶尽杀绝，我们就逃到天涯海角，不让他捉到。好。如何？决定好了吗？我本欲亲自前往大业，将你捉拿归案，没想到你和公主先来了。算下时间，你早就发现我身上的不妥之处了吗？是，只可惜仓促返回大业，未从你那边套得更多信息。什么时候发现的？从见你的第一面起，当时觉得你的外表无往不利，以为我是因为情爱被陛下利用，好骗又可怜的时候，我不过是陛下身边普普通通的一个暗卫，唯一特殊的只有和陛下之间的相守情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的道理我还是懂的。像你这样的人，必然不会甘心束手就擒的。张丞相也必然和你私下联络过，让你反水倒戈，指控皇叔与你勾搭成奸。只是你觉得张丞相他真的会信中你吗？是要当一个遗臭千古的叛国罪人，还是要当被过河拆桥、活不过秋后的蚱蜢，仅在三殿下的一念之间？所以2月前的同行演游都是计策吗？从未有过一点真心吗？是，同行野游是为了博取信任，套取信息。至于护送你回离京，一则是怕张丞相暗下杀手，死无对证；二则
正如你和张丞相所用的招数一样，我与你须臾为一。在陛下的眼里，是我与你有私。如今我护送你回来，在张丞相的眼里，或许你与我也有非凡情谊。但我很感激三殿下这段时间对我的引导。在小周朝之际，我确实好好考虑了一下未来的路应当怎么走。我也希望三殿下能够想清楚，自己想当一个怎样的人。我选择王位，这次刺客竟然是冲着我来的！小心！你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是要做一个至死都汲汲营营的人，还是愿意用余生来弥补错误的人？但没想到，那一瞬间，心里就有了答案。养父说我枉为聪明人，果然，所有人都是下棋人，只有我在棋盘中团团转。如今，我这个不聪明的人，也算做了一件聪明事，总算是死而无憾。出小周朝之前，我便写了这份血书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还是用上了。李将此教育大爷陛下，我还皇叔清白吗？他既不仁，我也不允。陛下，大事不好了！青崖大人遇刺，如今生死未卜。查出来了吗？查出来了。张丞相那边本来只恐三皇子反水，一不做二不休，但听说皇后那边另有交代。那日在场的刺客几乎都是冲着青崖大人来的，招招都是杀招。若非那一日三皇子护了下他，恐怕情况会更糟糕。陛下，这刀刺中的本不是青崖大人的要害，只不过月前落水，他染了风寒，伤了底子，能不能醒来，便看这2日了。从前都是你守着我，如今换我守着你，才知道是什么滋味。求你，一定要醒来，往后我再也不疑你、负你。如今这样的情势，若你醒着，定然要为他说话吧？就连此刻都紧紧攥着拳头，想要护好那份血书。该收网了。公主殿下还请回吧，陛下罢朝一日，有什么事容后再议。没想到三哥就这样走了。我的哥哥众多，虽然我与他相聚的时间不算多，他总是在外奔波，像个江湖侠客一样行侠仗义。可是他却是最关心我的一个哥哥，每一次出门都惦记着我，隔三差五总是给我捎回了新鲜的玩意儿。虽然他是个恶人，但至少最后也算弃暗投明了一次。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一次张家的所作所为已触到了陛下的逆鳞，若他不想一错再错，便该收网了。陛下为何罢朝？那完全是因为并不相信小周朝呈上来的证据，只想借此机会让朔王彻底倒台。嗨，如今只有相爷您健在帝心，皇叔一倒，这朝堂之上，嘿嘿嘿，便是您的天下了。可惜如今中宫无子，这往后如何，现在说了不算。这有什么？如今陛下不好女色，有个嫡长子，还不是迟早的事。大人，蠢货，就这么急着动手，陛下定然有疑心。诸位大人，我先失陪一下。张丞相，这是做什么？张家涉嫌通敌叛国，有关人等尽数收监，等候发落。本宫要见陛下，陛下呢？娘娘，当先凤体。为什么要将弟弟关押起来？陛下！张家结党营私，通敌叛国，陷害忠良，
图谋不轨，自当严惩。张家老老实实、安安分分不好吗？你也老实一点，不好吗？陛下在说什么？臣妾不知。不知，是你吧？屡次对他赶尽杀绝，朕这么多年一直待你不薄，你想要的朕都满足你了，为什么就不能乖乖做一个摆设，偏偏要为难他呢？所以陛下果然是因为他才对张家下手。若非张家的吃相如此难看，朕或许还能再容一容。护朕长大之人，你也敢碰？所以陛下果然喜欢他，是吧？可是陛下，你对他的喜欢又有多深呢？如果真的喜欢他，又岂会让我从前一次又一次的搓磨他？若非你一次又一次的纵容，我又怎么会贪心到这个地步？不会直到今日，他生死未卜的时候，陛下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喜欢他，有多不能失去他吧？真是笑死人了！一个皇帝竟然喜欢上大他岁数的、身份低贱的侍卫，早知道我一开始就应当怎么？你最好祈求他安稳醒来，否则朕不确定张家会是怎样的下场，你又会是怎样的下场？不可能！区区一个低贱的，我竟然……一切该结束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丞相张氏结党营私，通敌叛国，陷害忠良，秋后问斩，其余众等一罪论处。皇后张氏打入冷宫，无诏不得出。叶璇，来，跨火盆，从此霉运尽消。霉运尽消。清雅，你怎么来了？太医那边让你多休息，多躺躺，才有助于伤口愈合。今日臣来此是向陛下请辞的，臣病体残躯，已不适合为陛下护卫。所以你要走？是。清雅，现在你我之间再没有阻碍了，朕可以立你为后，朕可以只要你一个人。从前张后欺我辱我，那时候陛下选择冷眼观之，臣希望臣和陛下一直守着这份不可逾越的尊卑。是朕错了，朕已经处理了张氏，一切都还来得及。往后朕再也不会那样了，就不能再给朕一次机会吗？若陛下不想和臣到相看两厌的地步，就到此为止吧。清雅，不会这样的，朕永远不会厌你。陛下说喜欢我，但陛下对我的喜欢，3分喜欢，7分依赖。如今陛下稳居皇位，大权在握，你早已经不需要依赖臣，臣是您的暗卫，护卫您长大，这是臣的职责。臣性子冷硬，沉默寡言，往后您的后宫还会进很多人。臣比您大了5岁，陛下此刻钟情于我，不过是一叶障目。如今陛下愿意护臣在羽翼下，可往后呢？陛下会因为3皇子疑我，此后一辈子不会因为旁的什么事疑我吗？我可以为你3年后宫，可以独宠你一个人，我再也不会猜你、疑你，再也不会。傻话，你可是陛下呀！你是要开创盛世，建立不世之功的帝王，臣是您的暗卫，护卫您长大，这是臣的职责。更何况你也知道的，我这个身体早年伤过，没有办法孕育子嗣。
清雅，朕有时候真的恨自己这多疑的性子，恨自己罪行权势，无法挣脱。你再等等朕，让朕再想一想，好不好？好。皇叔这次来也是来辞行的吗？是。臣是个俗人，臣只想自己老迈之时，仍能和心爱的人相守。如今和亲海晏，大业已无内忧，臣心无挂碍，更想早日与公主一起回家。朕或许懂了。叔叔尽管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吧。皇叔，臣今日还政于陛下，还请陛下亲政。这些年是朕错了。朕这些年来时常梦到从前的那些日子，醒来的时候梦中的窒息感犹在，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弥足可贵的情感是现在如何也追不回来的。清雅，一年至少回来看我一次。好。清雅，你要好好的。好。清雅，一路顺风，愿你往后天高任鸟飞。叶璇，事情都处理好了。是。那么，我的驸马，我们回家。